草民张毅叩见青天包大人。张毅，你是有冤要伸，亦或是有状要告？不是我，是我娘。我娘说了，她有冤要伸，也有状要告。我娘说要请包大人到家里去。本府若是不去呢？如果不去，我娘说了，她就不告了。这却为何？我娘说了，如果包大人真是清官，知道人有屈要伸，一定会追查到底。如果连我家都不肯去，那就不是清官，告了也没有用啊。大胆，不得对大人无礼！草民不敢，草民不敢。无妨，你娘之言也不无道理。张毅在，草民在。本府传令放告。如今还有许多人等着告状，待本府一一了断之后，再随你回家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谢包大人，谢包大人。张龙、赵虎在，将张毅带至庙外等候。是。大人当真要去？公孙先生有何看法？张毅之母能说出那番话来，不像是一般无知村妇。不错，这正是本府决意亲往的原因。或许此番前去，真能访出个奇冤大案来，也未可知啊。娘，包大人来了。娘，包大人来了。娘，包大人来了。包大人真来了。包大人果然是清官。老夫人，本府业已亲自前来，你有什么冤屈可以说了。不，老身怎知，当真是包大人。老夫人目不能视，本府倒不知该如何取信于老夫人。老身自有办法。张毅，娘，告诉娘，包大人长成什么模样？不碍事，你就说与老夫人听听。包大人身材高大魁梧，脸说下去。脸黑得像锅底一样。大胆！王朝。是。不错，包大人，可否让老身摸摸后脑？老夫人，不得如此无礼。公孙先生，倘若如此就能让老夫人适宜，又有何不可？这儿。后脑果然有一凸起，正是包大人没错。老夫人既已确认本府身份，有什么冤屈可以说了？还请包大人并退左右。老夫人，本府随侍皆是心腹。老身的冤屈非比寻常，就连张毅也不能留下。娘，也罢，你们都退下。是。老夫人，可否容学生在场？你是？学生公孙策。你是包大人身边的文胆谋士，你见多识广，足智多谋，有你在，可以助包大人一臂之力，你可以留下。
多谢老夫人。老夫人，如今可以说了。宝清，老夫人怎可用皇家口吻称呼本府？依法论罪，便是犯了欺君大罪。哀家原本就是皇宫中人，如此称呼有何不可？展昭去了陷空岛。是的，包大人在书信之中言道，5日期限之内必定有所交代。哼，最好如此，否则朕不惜调配天下兵马，也要将那盗配之贼擒获，追回那一方玉佩。臣愚昧，臣不解的是，那方玉佩果真如此重要吗？或许在一般人眼里，那只是一块昂贵的玉佩而已。可是对朕而言，那却是朕童年的回忆与八王爷的谆谆教诲，意义非比寻常。老夫人说是皇室中人，但不知是哪位王爷亲眷，来自何州何府？哀家本是赵氏家眷，来自包青执掌的开封府。老夫人，皇室宗亲大多居住于京城之中，不知道当年老夫人的府邸坐落于京城何处？皇宫内院。皇宫内院，乃是皇上宝眷所居之处，不可恣意妄言，惹祸上身。哀家何曾妄言？皇宫内院的玉晨宫，便是哀家的居住之所。住口！本府念你双目失明，年事已高，又恐你含冤莫白，负屈难伸，这才亲自前来查明原委。如今你却信口雌黄，胡言乱语，还不速速将实情相告，否则莫怪本府依法治罪，以正视听。保长，你怎敢断言哀家是信口雌黄、胡言乱语？那玉晨宫虽是宫中贵妃所居，然而却已荒废多年，无人居住。20多年前，哀家就住在玉晨宫。30年前，玉晨宫所住的乃是先皇在世之时的李贵妃。哀家入住之前，娘家本姓李。本府不知你是由何处听来宫中之事，然而那太妃李娘娘早在20年前便已仙逝归天，朝中文武百官无人不知，你又怎敢虚言假冒？包青指的可是20年前烧死在冷宫的李贵妃。你怎知李娘娘曾在冷宫？哀家知道的不仅仅如此。若不是当年人人都知道哀家已死，哀家又怎能逃得出宫来？如今哀家又怎么能在包青面前揭发这段耸人听闻的宫闱秘史呢？老夫人之言的确耸人听闻，
只是事关重大，又事隔多年，一时之间恐怕还难以查证老夫人所言是虚是实。不知老夫人要如何取信于包大人呐？公孙先生果然是心思缜密。若是哀家拿不出证据，不但取信不了包大人，哀家的20年冤屈，恐怕也永无昭雪之日了。不错，本府一生办案，讲求的便是真凭实据。倘若老夫人提不出凭证，包卿无需担心，哀家有先皇所赐，20年来珍藏遗物，从不敢随便离身。哀家等候的就是这一天。这是先皇御赐金碗，也是能证明哀家身份的唯一信物。这金碗当真是当年先皇御赐，岂能有假？普天之下只有2枚，哀家有1枚，还有1枚刻有金华宫刘妃。可是当今刘太后，就是他。当时距今已有20多年了。2位爱妃坐。2位爱妃，朕还一直担心呢，膝下无子，继位无人。如今可好了，2位爱妃同时有孕，看来朕可以不再操心了。皇上，洪福齐天，2位娘娘一定能让皇上得偿夙愿，产下太子，入主东宫。好，说得好，陈琳，奴婢在。朕要你准备的东西可曾备妥？回皇上，奴婢早已准备妥当。快去拿来。是。啊，2位爱妃一向情同姊妹，如今又同时有喜，这非但是朕的福分，更是赵家之幸，朝廷之福。为此，朕命陈琳派人打造金碗1对，内藏夜明珠1枚。这2颗金碗，2位爱妃1人1枚，随身佩戴。今天真是朕的好日子啊！好，来了。2位爱妃，玉晨宫李妃，金华宫刘妃。这2颗金碗之上，均刻有2位爱妃姓氏，你们要好生收藏啊！谢皇上恩赐。啊，免礼免礼免礼，别动了皇儿的胎气。坐坐坐坐，谢皇上。谢皇上。不用谢朕，要谢就谢你们身上所怀的龙子吧。陈琳，奴婢在。
记住朕的口谕，两位爱妃倘若生男，朕就封为太子。奴婢遵旨。可是，怎么？倘若两位娘娘均产下龙子呢？没关系，长者为大，先出生的就是太子。是，奴婢记下了。奴婢立刻通知朝廷记侍郎，转传皇上口谕，记载于册。对了，还有一事，自从皇后病逝之后，朕就一直位立新后，所谓母以子贵，太子之母就是国母。两位爱妃，日后是否能执掌后宫，母仪天下，那就看你们谁先替朕生下太子。这枚今晚就是如此而来。20年来，哀家哪怕是穷困度日，窘迫生活，也从未有过变卖之心，甚至连义子张毅也从没见过。大人，宝卿可是信不过哀家？御赐金丸是否为真，日后当可查证。然而，宫闱之内诸多情事，若非亲自经历，单凭传闻，绝不会如此详尽。便是陈琳陈公公告劳还乡之时，也曾与本府多有往来。30年前的事，究竟是真是假？本府心中已有决断。你怎么说？臣开封府府尹包拯，叩见娘娘千岁，千岁。宝卿平身。谢娘娘。苍天呐，我总算是等到这一天了。苍天有眼。启禀大人，老夫人已在厢房安置妥当，属下找来当地朴实妇女伺候梳洗换装。可曾有人打听他的来历？回大人，属下已按大人指示对外宣称老夫人是大人失散多年的远亲，请大人放心。好。老夫人的真实身份，只有本府与公孙先生知晓。时机到了之时，自会告知尔等。在此之前，要绝对保障老夫人的安全。回大人，张龙、赵虎亲自带人守在厢房门口，不许任何人接近。那张毅如今何在？属下将他安置在庙内暂住，不准他踏出庙门半步。为防走漏消息，也只得暂时如此了。退下。是。大人，老夫人的行止，大人打算如何安排呀？此事太过棘手，先皇宠妃流落民间，却又在20年前传出死讯，这其中必有隐情。故而，本府将她接回庙中，待问明原委之后，再做定夺。
老夫人，大人和公孙先生来看望您了。你们守在门外，不得让任何人惊扰。是。包拯叩见娘娘。啊，免了免了，坐吧。谢娘娘。20年了，哀家几乎已经忘记打扮光鲜洁净是个什么样子。娘娘委屈了。不，为了等候今天，再多的委屈，哀家也心甘情愿。娘娘身份特殊，为防走漏消息，增添无谓的困扰，包拯自作主张，将娘娘接至庙中，并以老夫人相称。权宜之计，还请娘娘不罪。啊，你处事谨慎周到，哀家又怎么会怪罪于你呢？此事的确必须隐秘，甚至当你将全盘往事了解之后，哀家还在担心你敢不敢接这个案子呢？娘娘何出此言？只因哀家的冤案牵扯到2位当今最为显贵的人。是哪2位？一位是当今的刘太后。娘娘不是说太后昔日与娘娘情同姐妹，此案又怎会与她有关？情同姐妹，哀家落得如此地步，全都是拜她所赐，被她所害。当年哀家的预产期比她早，临盆之际，先皇来到玉成宫探视。爱妃啊，太子就在爱妃的腹中，就看他打算什么时候出来了。皇上怎么又来了？现在是男是女还不知道呢。皇上怎能肯定一定是男婴呢？错不了，产期就在这几天，朕有十足的把握。是啊，一定是位太子。如果明日出生，可就和八王爷同月同日生辰了。哦，哎呀，朕差点忘了，明儿个正是玉帝的寿辰呐。真巧，若是能和八贤王一样的生辰，那日后肯定和八贤王一样贤德。但愿如此啊。陈琳，奴婢在。去玉果园采些应时果品，与八贤王送去。奴婢遵旨。爱妃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在临盆期间，臣妾有点心慌。没关系，头一胎嘛，总是在所难免，别担心。首席产婆早已准备妥当，随时会进来的。爱妃，你怎么了，爱妃？爱妃，快生了，快生了，快生了，快来人啊！找产婆进来，快找产婆进来！是。爱妃，别慌啊，马上就好。用力，再使点劲儿。再用力。使劲儿。
但不知娘娘当年所生是男是女。不论是男是女，等哀家醒来以后，出生的婴儿就变成了不知名的怪物。此话怎讲？郭槐与产婆尤氏勾结，趁乱将婴儿以剥去皮的狸猫调换。先皇得知，一怒之下将哀家打入冷宫。其实这一切全是刘妃在暗中指使。娘娘，可否容学生冒昧一问？公孙先生请讲。当时娘娘历尽昏厥，怎知使郭槐与尤氏勾结？又怎知全是刘太后暗中指使呢？公孙先生问得好。在哀家被打入冷宫7年以后，陈琳来到了冷宫，将刘妃的阴谋一一揭发。哀家那个时候才知道，自己产下的真是个男婴。陈总管虽是先皇驾前的首领太监，却又怎会知晓如此隐秘之事？当日陈琳去玉果园，在返回的途中，巧遇金华宫的宫女寇珠。陈公公，陈公公，寇珠，你怎么鬼鬼祟祟的？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？请公公救命！救命？救谁的命啊？救你？不，救他。啊！这是哪儿来的婴儿？是李娘娘方才生的太子。你怎么把太子给偷出来了？是郭槐郭总管勾结产婆，用死狸猫把太子换出来，要寇珠。求公公救太子一命，公公救命啊！郭槐把太子换出来干什么？他要寇珠把太子掐死，埋在金水桥下。啊！这种事他也敢做？就是抄家灭族也不足以赎罪呀！郭总管是受了刘娘娘的旨意。住口！你好大的胆子啊！你是金华宫的宫女，刘娘娘是你的主子，你竟敢造这种谣！不是寇珠造谣，刘娘娘亲口交代寇珠要听郭总管的调派，的确是娘娘的旨意啊。刘娘娘和李娘娘情同姐妹，怎么会？难道是为了争夺正宫娘娘之位？李娘娘产下了太子，皇上就要封她为皇后？一定是这个缘故。公公，你快把太子带出宫去，如果被郭总管发现，恐怕我们都得赔上性命啊！干下这种大逆不道的事，一定会杀人灭口。可是我能把太子带到哪儿去呢？哪儿都行，只要出了宫，先保住太子的命再说。寇珠，你是刘娘娘的心腹，否则她不会让你参与这种事。可你为什么要背叛她呢？公公，寇珠虽然只是个下人，可是还懂得道理。太子是皇上的亲骨肉，大宋朝未来的君主，只要是大宋子民，人人都该拼着性命的保护他。再说，孩子是无辜的，不能让他成为争权夺利的牺牲品呢。寇珠，你这丫头的忠义之心，更显得郭槐和刘娘娘的卑鄙险恶。你放心，就算拼了我这条命，也要把太子安安全全的送出宫去。多谢公公成全，多谢公公成全。不，身为人臣，这也是我该尽的本分。
寇珠，你自己要多加小心呐。是。竟有这等事，这不仅是耸人听闻，简直是匪夷所思啊！若说出去，的确是让人难以置信。不对，那陈琳既然将婴儿送出宫去，想必有个去处。娘娘应当不会不知。不错，哀家知道他在何处。娘娘，陈琳带他去了南清宫。南清宫是八王爷的府邸，难道说八王爷也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？不仅如此，八王爷还把他带到自己府邸，与其他皇子一起抚养。娘娘适才言道，此案涉及2位当朝显贵，这第2位，莫非就是当今皇上？而当年襁褓中的婴儿，也就是如今的大宋皇帝。正是。好一位贤德忠心的八贤王！大人，难道当今皇上不是刘太后所生？因果报应。在哀家被打入冷宫以后，他虽然也生了一名男婴，并封为东宫太子，他自己也如愿以偿地坐上了正宫之位。不幸的是，太子6岁时得病身亡，终究还是落了一场空。先皇伤心之余，从此沉溺于道家之学，并由诸王皇子之中遴选太子。八王爷便是趁此时机，将先皇亲子送入宫中，保住了先皇血脉。然而，当时八王爷因何不向先皇禀告此事呢？后宫权力倾轧，自古皆然。当时若是揭发此事，非但难以取证，甚或危及太子性命。八王爷隐忍不报，也是情非得已。鲍大人不必介怀，对八贤王，哀家感激还来不及，又怎么会责怪于他呢？只是，却让娘娘平白承受了30年的冤屈凄苦。不，得知皇儿安然无恙，哀家已心满意足。既然八王爷要隐瞒此事，那为何陈总管却在7年之后去冷宫禀告娘娘呢？皇儿7岁进宫时，意外闯进冷宫，哀家见他与自己被换走的孩子一般年纪，也许是母子天性吧。哀家就将先皇所赐的玉佩转赠于他。八贤王见玉佩心生不忍，所以才命陈琳前来传话。娘娘，有人看您来了。冷宫静地，又有谁会来看我？回娘娘，是奴婢陈琳。是皇上派你来的？不。
我真是痴人说梦话。我打入冷宫已经7年了，皇上从来没有来过这里，他怎么会派你来看我呢？娘娘受的委屈，奴婢全知道的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连我自己都渐渐相信，当年生下的是个怪物。不，娘娘生的是一位皇子，是皇上的嫡亲血脉呀。你说什么？7年来，小皇子一直在八王爷府邸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八王爷谎称是自己亲生，而且蒙圣上钦点为东宫太子啊。东宫太子？你是说，日前误闯冷宫的那位太子，是本宫的亲生骨肉？正是啊。八王爷唯恐小太子被奸人所害，因此隐瞒至今。娘娘赠给太子的玉佩，八王爷看到了，未免娘娘担心，才要奴婢前来禀告娘娘啊。果真。苍天有眼，我那皇儿竟安然无恙。娘娘，八王爷特别交代，此事切莫声张，若要被奸人得知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是谁？是谁如此心狠手辣，连八王爷都如此顾忌？皇上潜心修道，不理俗事，如今宫中大权在谁手中，想必娘娘清楚啊。是他。是他，是刘妃，正是他呀！刘娘娘觊觎正宫娘娘大位，才指使郭槐定下这狸猫换太子的阴谋啊！我和她情同姐妹。情同姐妹，他怎么会如此心狠呢？唉，权势诱人啊！如今她也得偿夙愿，成了当今皇后了。不，我不能放过她！你去告诉皇上，就说本宫要见他，快去告诉皇上！不可能啊，这不可能的呀！皇上因为娘娘生下了怪物，一直耿耿于怀，而且狸猫换太子一事难提证据，倘若声张出去，反倒让
刘娘娘有了警觉，反而对娘娘和小太子都不利呀。难道就由任他上下其手，为所欲为吗？要忍，八王爷一再嘱咐要娘娘忍耐，他会寻个适当的时机揭发此事。娘娘千万不要因一时冲动，反而招祸呀。为了确保皇儿平安，哀家也只好忍耐，只好每天夜里焚香祝祷，祈祷上苍保佑皇儿，盼他不受伤害。既然如此，娘娘又怎会诈死逃出宫去，又怎会隐姓埋名长达20年呢？不错，皇宫内院门禁森严，冷宫更是严禁外人进出。当年太子年纪幼小，或可侥幸闯入，娘娘却是断无逃出之理。机缘凑巧，也就是那刘妃心怀鬼胎，她恨不得将哀家除之而后快。不知在哪里听到了消息，竟然向先皇诬告我，说哀家每天黑夜焚香是诅咒先皇。岂有此理！他竟敢诅咒于朕！皇上请息怒，你娘娘这么做只是一时想不开，臣妾相信她也不是真的那么怨恨皇上。生下妖孽，朕没有赐他死，他反倒怨恨起朕来了。启禀皇上，李娘娘生性温顺，不会怀此恶毒心肠，还请皇上圣察呀。陈总管，他若不是诅咒皇上，那他为什么要半夜3更的烧香呢？传令，奴婢在。传朕口谕，此地非7尺白绫要他自尽谢罪。皇上，还请皇上三思啊！皇上，您就原谅他这一回吧。不行，朕意已决。陈琳，你是首领太监，这件事就由你去奉旨执行。皇上，大胆！你敢抗旨不遵？奴婢不敢，奴婢遵旨。不怀，奴婢在。你是后宫太监总管，你听着，1个时辰之后，去冷宫验明正身。奴婢遵旨。先皇既然下旨赐死，娘娘又怎会逃过此劫？提起此事，也实在令人心酸。除了陈琳之外，冷宫总管秦凤也是个忠心之人。正当他们2人在无计搭救之时，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？娘娘，时辰紧迫，娘娘若不立刻逃出宫去，就性命难保。是啊，怎么逃？宫中禁地，守卫何等森严，逃不掉的。算了，不会有机会的。娘娘请放宽心，奴婢有法子让娘娘逃出宫去。就算如此，郭槐不见尸首，岂肯罢休啊？一旦禀明皇上，究竟还是会被追回来的。惠娘娘有尸首，这话怎么讲？奴婢已安排好了替死之人。替死？是啊。于中，奴婢于中叩见娘娘。
秦凤，他是回娘娘，于中是冷宫的小太监，奴婢自他9岁进宫，便一直带在身边，由他替死，就有了尸首。真是难为你们了。可是郭槐奉旨验明正身，又岂会认不出来？由他替死，不是白白赔上一条性命吗？这没有用的。不，郭槐认不出来。他怎么会认不出来呢？娘娘或许从未见过人一死之后的情形，奴婢在宫中多年，却见过不少案例，吊颈而亡，大多数面呈青紫，颜容扭曲。若不仔细辨认，是很难分辨原来容貌。可是郭槐他要是仔细辨认怎么办呢？那郭槐心怀鬼胎，问心有愧，谅他也不敢正眼去看。娘娘，奴婢相信，这一定能瞒过郭槐的。不，就算郭槐认不出来，本宫也不能为了自己活命，而让于中去替我死啊！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，让他做这样的牺牲。启禀娘娘，奴婢是自愿替死的。你说什么？奴婢自幼进宫，跟随秦总管学到了不少忠义的道理，能为娘娘替死是奴婢的福气，奴婢心甘情愿。不，本宫不同意。请娘娘成全奴婢的一片忠心。让你替死，固然可以让你得到全忠，可是本宫却成了不义之人，本宫万万不能同意。娘娘，娘娘，请娘娘和于中互换衣服。奴婢在城外已安排好了人接应，再迟，郭槐一到就来不及了。不，请娘娘为太子殿下着想啊！倘若娘娘奉旨归天，太子殿下恐怕永远不会知道娘娘是他的亲生之母啊！娘娘，你怎么又能忍心让太子殿下认贼作母，终其一生呢？只要留得性命在，终有一天，太子殿下和娘娘能够母子团圆。届时，非但能洗刷娘娘的冤屈，更能让这是非黑白、善恶对错昭然于世啊！请娘娘成全。好，本宫深受你们一片忠心。谢娘娘。好一个忠肝义胆的小于中！无论是于中，还是秦凤、陈琳，他们都是哀家生命中的贵人。若无他们帮助，哀家恐怕早已命丧九泉。娘娘，既然那秦凤替娘娘安排了接应之人，又怎会让娘娘流落至此，饱受穷困苦难啊？也是造化弄人，秦凤的确派人接应了哀家，而那个人在接应哀家前往避难之所的途中，不幸染病身亡。哀家举目无亲，四处游荡，盘缠用尽，只好乞讨为生。那个张毅原本是个小乞儿，哀家将他收为义子，相依为命。如今他已长大成人，以卖菜为生，奉养哀家。
日子过得虽然清苦，倒也能够勉强度日。宝琴，臣在。如今你已经明了了此事的来龙去脉，哀家的冤案，你可还敢接？回娘娘，如今已无关乎敢或不敢。包拯身为人臣，却徒令太妃娘娘蒙冤受屈，一事不忠。如今包拯定当竭尽心力，为太妃娘娘平反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安心。林娘娘，事关重大，不可不慎。为求掩人耳目，请娘娘全充包拯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，也好名正言顺同返京城。恳请娘娘恩准。一切就依你。谢娘娘。娘娘，学生敢问，娘娘的双目是如何失明的？哀家也不清楚，不知什么时候就看不见了。可否让学生替娘娘看看？哦，公孙先生还能治病？公孙先生精通岐黄之术，或可查出些端倪。既然如此，就有劳公孙先生看看吧。公孙先生情形如何？大人，老夫人是因为念子心切，终日以泪洗面，导致哭瞎了双眼。可有复明之计？拖延时日过久，恐怕难下定论。学生尽力而为。大人如今作何打算？此案牵涉太广，一时尚难有对策。然而无论如何，都必须尽快回京，以免夜长梦多。王朝马汉在，准备一顶软轿为老夫人代步，一旦准备妥当，立刻启程回京。是。张毅可要随行？不，他若随行，恐会起人疑窦，让他留在庙中，不得对外声张。是。老夫人请用茶。有劳你了。老夫人是包拯尊长，亲奉茶水，自是理所当然。20年来，让老身总算有了依靠。可惜我双目失明，无法亲眼目睹你的容貌，终其一生
只能凭空臆测了。老夫人请宽心，老夫人失明的原因，学生已然明了，或许能找出方法，让老夫人尽快复明。哦，有可能吗？有可能。据学生所知，的确有类似的患者，在经过诊治调养之后得以痊愈。果真如此，公孙先生，老夫人，请务必帮助老身眼睛复明。老身还想在有生之年看看许多人、许多事，尤其是想看到那些陷害我的奸人得到应有的报应。老夫人，你的演技最忌讳的就是动气，也不宜伤心激动。还请老夫人多多保重，以便于学生为老夫人诊治。啊，医者之言不能不听，老身遵命就是。学生不敢。旅途劳顿，老夫人多事休息，稍后仍要赶路啊。好，你们去忙吧，别招呼我了。是。你们4个在此，随时听候老夫人差遣。是。大人返京之后，打算如何着手？公孙先生估计，太妃娘娘所言之事，真假如何？学生以为90%是真。不错，本府也如此认为。不过，太妃娘娘所言之事，除却亲身经历之外，其他全都来自陈琳。大人对陈总管又知道多少呢？陈琳虽是皇上多年，甚至可以说，皇上在宫中是由陈琳一手带大，故而皇上尊封陈琳亚父称号。既然如此，皇上登基之后，陈琳为何没有向皇上陈述当年的往事呢？这一点本府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皇上登基不久，陈琳就告老还乡，想必他自有道理。大人，学生以为，若想查明当年往事，恐怕还得从陈琳身上着手才是。不错。太后与郭槐，乃是太妃娘娘口中的奸人私党，想必不会自成罪行。回京之后，本府立刻查明那陈琳的退隐之处，也好寻他问明真相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人是关键。八王爷。大人与八王爷私交甚笃，大人何不直接请教于八王爷呢？不行，此案牵连太广，轻则朝野震惊，重则动摇国本。本府必须先以言语试探，再伺机查询。大人顾虑甚是。这些事也的确是多事之秋。大人陈州督镇铡了庞玉，白玉堂却同时夜闯进宫，盗配流书。如今大人更是在无意之间查得一桩惊天动地的陈年旧案，接下来只怕往后大人要更加劳心劳力了。
济时军路，忠君之事，本府理当尽力而为。只是展护卫只身独闯陷空岛，究竟能否追回玉佩，却让本府颇为挂记呀。学生相信，展护卫绝不会有负大人所托。但愿如此。你且先行退下。是。娘娘，府衙内并无女眷，这厢房乃是为包拯嫂娘来京暂住所备，不周之处，还请娘娘见谅。无论是何处，都要比那破屋强多了。包青口中的嫂娘是何许人？怎么会有如此怪异的称呼？回娘娘，包拯自幼父母双亡，乃是长嫂带大，故而以嫂娘相称。这倒颇不寻常。嫂娘之于包拯，虽无生育之恩，却有养育之情，故而包拯始终以人子之礼视之。包青能视长嫂以孝，的确是难能可贵。所谓百善孝为先，无怪乎能成为朝廷支柱，社稷栋梁啊！娘娘谬赞，包拯只是略尽本分而已。哀家可羡慕得很呐。娘娘请宽心，一旦全案查明，彻底平反之后，娘娘定可以与皇上重续天伦。然而在此之前，还请娘娘多加忍耐。哀家自知此案难办，所谓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。也罢，哀家一切静待包青安排吧。是，包拯立刻着手。你奉旨陈州督镇返京，为何不进宫面圣交旨呢？若非奉诏，夜不入宫，乃是宫中的体制，包拯岂敢不遵？再者，惊扰圣驾总是不该。明日早朝之后再做禀奏也还不迟。他可是个好皇帝。皇上年事虽轻，却老成持重，称得上是一位仁德之君。那就好。哀家20年前总算是和他见过一面，那时候他才7岁。不知现在长成什么模样了。皇上英武威仪，与先皇颇为神似。是吗？哀家恐怕永远也无缘亲眼见到他了。娘娘请宽心，公孙先生博学多闻，医术精湛，包拯相信他定能令娘娘双目复明。那就寄望于他了。大人，学生翻遍医书，搜尽枯肠，总算是不辱使命。哦，公孙先生可是已有医治之法？大人，老夫人抑郁终日，以泪洗面，双目血路受阻，挚爱难通。久而久之，经脉受损，导致失明，
然而状似真盲，实则却是假盲。哦，何谓假盲？老夫人的失明只是暂时，而非永久。学生若是以金针过穴之术打通血脉，再佐以活血明经之药，滋补调养，学生确信当能痊愈。如此甚好。就劳公孙先生明日一早就开始为娘娘诊治。是，学生遵命。大人，王丞相来访。相爷怎会在此时前来？快请至花厅说话。是。相爷请。相爷，请坐。相爷营夜来访，可是有何急事？包大人，该着急的应该是你吧？你怎么反倒像没事人一般呢？相爷此话怎讲？皇上下旨要你去陈州督阵，你怎么竟然把安乐侯庞玉给铡了呢？那庞玉克扣政粮，私吞朕银，更假借赈灾之名，广征民工，营造私宰，强裸民女，成其私欲。数十万灾民非但未蒙朝廷恤灾之力，反遭欺压荼毒之害。包拯既然奉旨督政，若不杀他，岂非有亏职守，愧对皇上？老夫早该知道，当初皇上让包大人前去陈州督阵，那就注定了会要庞玉的性命。相爷，莫非相爷认为包拯处置失当，或是皇上指责包拯所为不该？不是，那倒不是，只是你好歹先禀奏过皇上，再办庞玉也不迟嘛。时势所逼，情非得已。若不当机立断将他处死，非但民愤难消，民怨难平，一旦饥民被逼，沦为盗贼，灾民被迫结为暴民，一场浩劫于焉而生。届时朝廷威信荡然无存，又岂是皇上所乐见？老夫也知道包大人言之有理，皇上也明白包大人所作无差，可是皇上毕竟要面对庞太师与庞娘娘嘛，这父子连心，姐弟情深，皇上实在不堪其扰啊。若是如此，且让包拯面见太师与娘娘，或可为皇上分忧。不，千万不可！皇上就是担心包大人与他们碰上，所以才要老夫半夜赶来知会你。皇上已经下旨，要庞太师陪着庞娘娘前往陈州，为那庞玉料理后事，并且要老夫转告包大人，明日早朝之后前往御书房面圣。可是不准再提那庞玉的事了。是，包拯遵旨便是。还有，贼人夜闯进宫盗佩一案，皇上势必要追问，所以老夫特来提醒包大人要预做准备。那块玉佩对皇上至为重要，无论如何都得追回来，否则此事，恐怕是难以善了啊。多谢相爷提醒。还有一件事，相爷，看来包拯替相爷的确惹了不少麻烦呐。老夫要提的不是公事。哦，相爷请讲。
听说包大人从陈州带回来一位亲眷。相爷何以得知？包大人一向公而忘私，夫人家小均在泸州老家，从未进京。这回从陈州带回一位亲眷，反倒轰动了京城啊！相爷取笑了，那是包拯一位失散多年的远房亲眷。哦，失散多年，得以重聚，倒也难得呀。相爷，这位老夫人不幸双目失明，大人将她带回京城，是要学生为老夫人治疗。哦，那能治得好吗？学生尽力一试。好，既是包大人的亲眷，不妨前来相府走动走动。老夫那位夫人呐，可是出了名的好客呀。是，多谢相爷抬爱，包拯日后定当安排。好，皇上交代的话，老夫都带到了。老夫想说的话也已经说完了。包大人连日奔波，想必累了，老夫不多打扰，就此告辞。包拯恭送相爷。不，你知道，老夫最怕麻烦人了。是，包拯遵命，相爷好走。想不到，老夫人进府的事居然传了出去。不碍事，公孙先生应对得体，应该不会弃人以斗。展护卫尚未回来，明日大人面圣之时，打算如何向皇上禀奏啊？实话实说。展护卫有把握把玉佩追回？回皇上，臣确信展护卫必能不负所托。那夜闯进宫盗佩流书的究竟是什么人？据展护卫指称，此人来自江湖，人称锦毛鼠白玉堂。只因皇上赐封展护卫玉猫称号，心生不服，故而入宫盗宝，意在逼展护卫出面，而并无不利于皇上之心。朕自诩无愧对于臣民百姓，倒也无惧。倘若惊吓到太后，岂非陷朕于不孝？你执掌开封，却让人闯入进宫，朕要听听你怎么说。回皇上，那白玉堂武艺超群，宫中卫士恐怕皆非其敌手，遭他闯入，是因力有未逮。然而包拯也难脱失职之嫌，请皇上下旨降罪，臣绝无怨言。皇上，案发之时，包大人与展护卫均不在京师，所谓鞭长莫及，还请皇上不罪免罚。行了，这点道理朕岂会不明白？只是那白玉堂入宫盗佩，是因为朕封展昭御猫之故，乍听起来怎么像是朕的过错了？臣惶恐，臣绝无此意，请皇上慎查。朕不是怪罪于你，只是不满那白玉堂。好了，一旦将他擒获，立刻把他带进宫来，朕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，竟然偷到朕的身上来。臣遵旨。对了，府上那位亲眷眼疾治得如何了？包大人休怪老夫，你携眷返京极不寻常，就连皇上都有所耳闻。皇上问起，老夫怎能不说？相爷，哎，的确不能怪王丞相，是朕主动提问的。
皇上日理万机，操劳国事，包拯不敢因私务而惊动皇上。这就是包青的不对。你乃是朕的肱骨之臣，朕表示关心，难道不对吗？臣不敢。哈，包大人，皇上是以仁孝治国，既然尊长有疾，子侄焉能不忧啊？包大人公务繁重，若是再为家务所累，岂不反倒让皇上心中不安了吗？这包拯绝不会因私害公。行了，朕知道你一向公而忘私，既然朕已开口询问，难道包青就不打算回话吗？臣不敢。那位老夫人正在府中由公孙先生整治，请皇上万勿挂心。好，公孙先生神医神术，想必能够治愈。若需要宫中御医协助，包青尽管开口。谢皇上隆恩。照方抓药，细火慢煎，每日3副，饭后服用。是。公孙先生。老夫人，老身这对眼睛，你真的能治好吗？回老夫人，学生自信有8、9分的把握。若果真如此，公孙先生真不愧是老身的再造恩人了。学生不敢。不过有一件事情，务必要请老夫人全力配合。严医治病，当遵医嘱，此乃天经地义之事，请公孙先生明讲。是。老夫人的眼疾，非一朝一夕所致，实乃因思念亲人，过度忧伤。如今学生施以金针过血之术，再佐以明目活血之药，只要安心调养，当可痊愈。不过在此期间，千万不可焦虑激动，否则恐会前功尽弃。这一点，尚请老夫人要多加克制。好，公孙先生的嘱咐，老身会牢记在心。多谢老夫人。公孙先生所言是真，亦或是只为了安抚老夫人？大人，两者皆有。学生担心大人追查此案之时，老夫人会饱受刺激，一旦过于激动，非但对病情不利，甚至有碍于大人查案，故而先期诱导，防患于未然。公孙先生果然顾虑周到。大人谬赞，但不知大人打算由何处查起？南清宫八王爷府。包大人若再不回来，本王可就手痒难耐了。果儿陈州事了，包拯就立刻赶回京了。哦，哼，没想到包大人也会口出狂语啊！不该，不该呀！王爷怎知包拯所言不实？哎，贼人夜闯进宫，盗配流书，惊扰圣驾。包大人难道不是为了此事赶回来的吗？的确难逃王爷法眼，正是为此。追查的如何了？展护卫已前往追击，日内当可将玉佩追回。那就好。若是追不回玉佩，皇上势必耿耿于怀，睡不安枕了。圣驾遭到惊扰，皇上心中不悦，包拯犹能理解。为了一方玉佩，让皇上耿耿于怀，却让包拯不解。此佩对皇上来说意义非比寻常。包拯愿闻其详。
那方玉佩原本是太宗皇帝生平最爱之物。先皇被立为太子之时，太宗皇帝便以此玉佩相赠。如此说来，那玉佩乃是先皇传于皇上的遗物。哎，不，皇兄当年将此佩赐予了一位宠妃。哦，但不知是哪位娘娘？是，往事已矣，人事全非，不提也罢。那么玉佩又怎会到了皇上手中啊？皇上7岁那年被选立为太子，进宫之日，偶遇这位皇娘，二人一见投缘，便以此佩相赠。自此，皇上终日随身佩戴，从不离身。此佩被盗，皇上自然难以释怀了。先皇遗物辗转重回皇上手中，也可称得上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了。这位皇娘对皇上期许甚深，而以仁孝2字相勉，这也是皇上立志以仁孝治国之因呢。难怪皇上对这玉佩如此在意。但不知那位皇娘如今又在何处？20年前便已因故身亡了。下棋，下棋，不说这些陈年往事了。是。大人，没想到这块玉佩之中，竟然藏有如此多的纠葛。本府先去厢房，请老夫人验证这方玉佩。是他，是他，错不了。20年了，哀家做梦也没想到，这块玉佩还能出现在面前。娘娘目不能视，何以如此肯定？自从哀家被打入冷宫，日夜盼望先皇能够来看看哀家，听听哀家诉苦。可是先皇从来没有出现过。冷宫估计，这块玉佩变成了哀家的唯一寄托，于是终日把玩于手掌之中，根本无需观看便能认得出来。当年娘娘怎会舍得将玉佩转赠于初封太子的皇上呢？一则，哀家对皇上的期盼已成了绝望；二则对皇儿一见如故，虽不知他是自己的亲生骨肉，哀家将思子之情完全倾注于他的身上，所以哀家才将这块玉佩转赠于他。娘娘当时恐怕对先皇已无恨意，否则也不会以仁孝2字期许皇上。宝琴，
你如何得知当年哀家对皇儿所说的言语啊？回娘娘，皇上自登基以来，始至以仁孝二字治国。再者，八王爷也已向包拯提过此事。八贤王已知，哀家还在世上。不，八王爷不知道。包拯以为时机尚未成熟，故而未向王爷禀报，还请娘娘勿怪。既然哀家将此事全部交给包拯处理，一切就听你的安排。只是何时才是时机成熟呢？皇上对娘娘所赠玉佩，真如至宝。包拯想借机试探圣意如何。同时，陈琳陈公公也已告劳退隐，必须查明他如今的居处。唯有待陈琳来到，查明所有相关细节之后，方可谓时机成熟。届时，包拯定会想出办法，让娘娘的冤屈一并平反。哀家一切就听包钦安排。谢娘娘，还请娘娘赐还玉佩，包拯也好进宫复旨。真没想到，他会将这块玉佩一直珍惜爱着。包钦说的对，皇儿一定是位仁德的好皇帝。本府今日在宫中，已查得陈琳陈公公的退隐之处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明日寻个名目，让张龙赵虎出京，带着本府手书前去将他接来。要想查明当年情形，非他不可。是，学生会做安排。大人，可有用得到展昭之处？太妃娘娘的安全，还是要劳展护卫负责。府衙之中虽然戒备森严，但仍然不可掉以轻心。属下明白。在陈琳回京之前，本府会与八王爷多做接触。倘若能探得他的口风，对日后也方便许多。大人，拘捕白玉堂归案之事，若是皇上下旨催办，大人打算如何应对呢？暂且顾不得了。娘娘进京之事，连皇上都有耳闻，只怕会夜长梦多啊。时辰已晚，母后想必累了吧？其实哀家并不累，难得皇上今夜心情好，多说几句也没关系。朕今日心情的确很好，失而复得，总是令人高兴的嘛。哦，皇上什么东西丢了？是一块玉佩。天下的财富都是皇上的，一块玉佩怎会让皇上这般重视？这可非一般的玉佩啊！朕从小一直佩戴，恐怕连母后也没有见过呢。可是八贤王或是狄娘娘所赠？不，是20年前一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所赠。谁呀？当时朕刚进宫，并不知道她是谁，从此以后也就再也没有见过她。这成了朕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呀。
皇上，奴婢在后宫一直服侍娘娘，这20多年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，奴婢一定认得。皇上可以把那块玉佩拿给哀家看看吗？或许能够解开这20年之谜。怎么，连哀家都不能看吗？不，当然能。母后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哎，才说不累，怎么一会儿就倦了？真是岁月不饶人呢。母后既然倦了，就早些安歇吧。也好，哀家就不留皇上了。儿臣告退。奴婢恭送皇上。娘娘，娘娘，是的，皇上见过他。娘娘说的是丽妃。娘娘这怎么知道的？那块玉佩是先皇最珍爱之物，一直佩戴在先皇身上，后来却送给了他。没想到皇上当年见过他。娘娘，那李妃已经死了20多年了，就算皇上见过她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不必为此烦恼。不，你不会明白的。当年的事，我一直不愿意回想。可如今，却不知怎的隐有不祥之感。这冷宫已经有20多年没打开了。当年是哀家下旨封宫的，当然没有再开启过。娘娘，当年冷宫那场大火，他烧死了总管秦凤。这尸骸虽然运出去了，可是一直也没有打扫，没有清理过。娘娘，您真的要进去啊？可是这把锁它已经锈死了，奴婢只能把它敲开。那就敲吧。去。是。你们都留在宫外。是。文怀，奴婢在。你陪哀家进去。是。
慢着。当年李妃就一直住在这儿？是，整整7年没出宫门一步。这种日子的确不如死了的好。娘娘，先皇赐他自尽后，你就是在这儿见到他的尸首。是，奴婢奉旨亲自前来验明正身。郭总管，请看。郭总管，可要看清楚了，皇上下旨要你来验明正身，出了差错，可不干我的事啊！错不了，快盖上吧。郭公公，秦风，你干什么去了你？啊？皇上降旨让李贵妃归天，你这冷宫总管怎么能不在啊？回公公，冷宫一个小太监于中染了疾病，眼看就不行了。我派人呢，赶快把他送出宫去，要死也得让他死在宫外边，免得给后宫沾染了晦气。请公公原谅卑职失职之罪。那也得把这正事处理完再办呐。行了，咱们3个都是奴才，都是替主子办事的，谁也别说谁。郭公公是后宫总管，教训是应该的。好吧，你愿意挨训，那就怪不得别人了。陈公公是首领太监，皇上身边的人，当然不知道后宫难带呀。咱家要是不在这儿盯着紧点儿，怎么向太后娘娘交代呀？好好好，你后宫的事我不管就是了。秦风，李娘娘已经归天，明天清晨会有人来为她清洗换装，运出宫去安葬。从现在开始起，你在这儿给我盯着紧点，出了问题，咱家拿你试问。是。郭总管，能出什么问题呀？难道郭总管还怕李娘娘站起身来跑出宫去不成？后宫有后宫的规矩，陈公公不是说不管了吗？怎么，现在又有意见啦？好，后宫你说了算，我就不管了，我得向皇上交旨。咱家陪你一块儿去交旨。谁知道当天夜里，冷宫就失了火。是，奴婢猜想，一定是秦凤守夜睡着了，碰到了烛火，才引起了大火。奴婢亲自过来查验过，火场里有2具焦尸，一具是秦凤，一具就是李妃。郭槐，你可知道当年哀家为什么要把这冷宫封起来吗？这奴婢不知道。
奴婢也一直不敢问。哀家想，只要封住冷宫，就能把李妃的魂魄封在这儿，她永远出不去，也永远不会找我报仇。她在这里住了7年，如果换成我呢，恐怕挨不了那么久吧。谁？娘娘，别害怕，别害怕，这门一直锁着呢，不会有什么东西的啊。有，我听到了什么声音？娘娘，没吓着您吗？快回宫吧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母后，好些了吧？皇上不去早朝，到这儿来做什么呀？听说母后病了，朕当然要来看看。没事，不过是受了点风寒，御医已经看过，开过了药方，没事的。母后一定要注意身体，千万不要让朕牵挂呀。难得皇上一片孝心，哀家会多注意的。你去忙吧。是，儿臣告退。郭淮，奴婢在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？怎么能让太后受了风寒？奴婢该死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听说昨天夜里你陪着太后去了冷宫。太后去冷宫干什么？回皇上，太后只要去，奴婢不敢阻拦呐。冷宫尘封了20年，除了烧焦的破瓦残壁，什么也没有。太后为何要在深更半夜去冷宫呢？回皇上，太后是去凭吊吸入宫中的姐妹。20年前，朕还误闯过冷宫，之后没多久，冷宫就失火了。难道太后去凭吊的是住在冷宫的嫔妃？是。莫非是朕遇见过的那一位？郭淮，奴婢在。冷宫里住着什么人？怎么？难道连朕都不能知道吗？不，奴婢不敢。当时住的是玉成宫被打入冷宫的李娘娘。李娘娘，失火之时，她可曾在宫中？在。回皇上。当时李娘娘就是被烧死在冷宫中，太后娘娘和李娘娘情同姐妹，昨天是她的忌日，所以才去凭吊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朕一直没有再见过那位李娘娘。太后如此念旧，倒是让朕颇觉意外。只是这么多年来，为什么不把冷宫修缮重整呢？回皇上，太后娘娘为了缅怀故人，故此下旨维持旧貌，并且深锁宫门，不许任何人进入。太后虽然顾念旧情，可都井私人却徒增感伤。也许太后的病正是因此而起。郭淮，传朕口谕，即日起重修冷宫。皇上。
等建好之后，就不把它当做冷宫之用。朕的后宫，绝不要这样惨无人道的地方。奴婢遵旨。大人，张龙、赵虎已出发去接陈琳、陈总管，学生也已向王马、张赵四位说明太妃娘娘的身份，并特意叮嘱四人，绝不得对外泄露半句。的确不能露出半点风声。可陈琳居住的地方离京数百里，一去一回，恐怕要不少时日啊。尤其是陈总管年事已高，受不得旅途劳顿，回程应该会慢一些。依公孙先生估计，陈琳何日可到？由今日算起，少说要6、7日。哦，太妃娘娘的身份或许可隐瞒一时，但时间一长总是不妥。不错，看来本府要早些进行八王爷那边才是啊。太妃娘娘如今情形可好？公孙先生正在施政，稍后本府要将眼前的进展一一禀报。你且随本府一同前去，也好向娘娘正式引荐。是。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叩见太妃娘娘千岁。展护卫请起。谢娘娘。哀家一直栖身于市井之中，若问展护卫，或许少有人知晓，但一提起南侠展昭，却是人尽皆知。你路见不平挺身而出，行侠仗义、除暴安良的义举，早已在民间流传了。展昭不敢当，谢娘娘谬赞。可惜哀家双目失明，未能亲眼目睹南侠俊俏的风采。展昭惭愧。娘娘，经公孙先生妙手诊治，不知如今的情形如何？哀家也不清楚，只觉得双目隐有酥麻之感。恭喜娘娘，此乃血脉逐渐畅通之兆。倘若学生所料不差，娘娘双目复明的机会，至少要提高到90%。哦，倘若果真如此，公孙先生的医术可真是神医神术了。学生不敢。娘娘尽管安心在此地疗养，臣已派人去接陈琳陈公公，不日当可进京。抱卿，陈琳找到了。是。太好了，只要陈琳一到，尘封多年的往事就可以一一揭开了。与此同时，臣也要再度拜见八王爷。哦，难道时机已经成熟？不，只是臣以为此事不宜再拖，必须加快脚步，试探八王爷的反应如何。不错，时隔20年，又怎知八贤王依然不改初衷呢？回娘娘，臣可以确信，八王爷忠心谋国之心绝不会有所改变，只是事出突然，总得让八王爷先有准备。你考虑的周到，那就去吧。包拯还要向娘娘商借一物来用。哦，包卿要向哀家借什么？先皇御赐的金碗。包大人，这枚金碗，你是由何处而来啊？王爷
认得这枚金丸。岂止是认得，本王第一次见到这枚金丸之时，距今已近30年了。王爷怎知此丸便是当年所见之物？这玉成宫李妃5字，乃是先王墨宝拓刻而成，本王一见便知。包大人，请看，在金丸之内有夜明珠1枚，世上仅有2枚，绝无赝品。王爷可知，当年这金丸是为何打造，何人所有？先皇与本王手足情深，非比一般。当年陈皇后去世之后，先皇无子，却又一直不肯另立皇后。谁说朕不会有太子？玉神宫李妃和金华宫刘妃先后怀有身孕，朕一定会有继承皇位的儿子。臣也殷勤期盼2位皇妃能为皇上产下龙子。玉帝啊，不用替朕担心，朕要让你看看，朕为2位爱妃准备了什么。你看看，这2枚金丸就是朕要赏赐给他们的。仔细看看。制作的竟如此精巧。他们之中，任何一人只要能生下太子，朕就封他为后。这2枚金丸就是日后的凭证。当时本王看得十分仔细，这枚金丸的确是当年的旧物。包大人究竟是由何处得来？回王爷，包拯沉舟督政，返京途中行经草洲桥，有一虾婆手持金丸前来喊冤。他喊的是什么冤？他不肯说。既然喊冤，又为何不肯明说呢？那虾婆言道：除非当着八王爷面前，否则绝不会说。当着本王的面，莫非他的冤情与本王有关？这就不得而知了。原本包拯以为乃是风箔之语，不予理会。然而见这金丸之上有玉成宫李妃字样，唯恐与宫闱之事有关，故而并未将他驱离。那虾婆如今人在何处？王爷可知，包拯回京之时，有一名远房表亲同行。此事城中颇多议论，本王也略有耳闻。包拯唯恐牵涉宫中，为掩人耳目而由此托辞。那名老妇人正是鸣冤虾婆。你将她带回京来了？是。王爷若是不肯见她，包拯自会将她遣返草洲桥。只是这金丸他是如何取得，恐怕永远也无法得知了。为王爷平添烦恼，
包拯罪该万死。王爷不必为难，包拯这就要人将他遣返。不，这金丸原本是玉成宫李妃之物，李贵妃奉旨归天之后，却怎么也找不到这枚金丸，如今竟然出现在这瞎婆的手中。无论如何，本王也得弄清楚其中的缘由。也罢，本王见他就是了。是，包拯明日便带他前来拜见王爷。且慢，为防万一，还是以包大人亲眷之名带他前来，否则难免遭人非议。是。什么？八贤王肯见我？是，包拯明日就带娘娘前去南清宫。如果八贤王肯见我，哀家的冤屈就有昭雪之机，真是苍天有眼啊！娘娘啊，娘娘不可过于激动，否则有碍双目治疗。好，我不激动。这一天，哀家总算是等到了。娘娘，请听包拯一言。请讲。方才包拯已向娘娘禀奏，八王爷虽肯见娘娘，却不知娘娘真实身份，还请娘娘预做准备。哀家明白，哀家会以当时的情形做应对，哀家不会让事态不可收拾的。谢娘娘体恤。明日与八王爷一会，关系重大，娘娘还请尽早休息，以为明日之需。多年的期盼一旦成真，哀家今夜恐怕是睡不安枕，无法入眠。太后，没事，下去吧。是。娘娘梦见了李妃和寇珠，都梦见了。当年的人和事，一幕幕出现在哀家的眼前，尤其是他们凄厉的死状。郭淮，奴婢在。你看他们是不是向哀家索命来了？我不会的，您这人死了就死了，哪能会向人索命呢？或许娘娘前晚去冷宫，受到了狸猫的惊吓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狸猫。莫不是当年替换婴儿的狸猫冤魂也来了？
娘娘说笑了，这光天化日之下，哪会有什么鬼鬼魂魂呢？娘娘放心，皇上已经降旨，让奴婢把冷宫改成一般的宫院。奴婢也会请几位法力高深的大师前来做法超度。等法会做完以后，娘娘就可以放宽心了。只怕当年所做过的事，永远也无法让哀家安心呢。娘娘，这20多年都过去了，知道当年事的只有娘娘、奴婢，其他的人他没有一个活着呀。这些陈年往事，不会再有人知道了啊！不，还有天知地知，也只我知。皇上驾到！奴婢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儿臣见过母后。皇上免礼。母后不是受了风寒，怎么不在寝宫歇息啊？哀家睡不着。母后，回禀皇上，太后娘娘素有失眠之症。朕如何不知？母后有恙，为何不早禀奏？奴婢该死。别怪他，是哀家不许他说的，以免皇上忧心。父母有疾，为人子岂可不知？便是忧心焦虑，也是应该嘛。没事，哀家已照宫中御医诊治过了，想必是没有根治吧。朕记得在幼年之时，也常彻夜难眠。父王府邸有秘制奇方安神露，朕服用数日便能安枕。郭槐，奴婢在。你亲往南清宫八王爷府邸，传朕口谕，取安神露来给母后服用。奴婢遵旨。哀家已经好多了，皇上就不必操心了。不行，母后身体不适，朕怎能不操心呢？郭槐，你立刻就去办。是。你们退下掩门，任何人不得在厅外逗留。是。包拯见过王爷。包大人免礼。就是这一瞎婆要见本王。王爷，且慢。八贤王，你真的不认得我了？你是？不可能的！王爷可是认得他？他与本王多年前所识之人颇为神似，只是万万不可能。他早已辞世多年了。八贤王，怎知不是昔人故人当面？你真的是？多年的煎熬，岁月容易改变容颜，但是无法改变事实。哀家正是当年玉晨宫的李贵妃。可是当年你不是被先皇赐死了吗？
奉旨自缢的是冷宫小太监于忠。当年若不是陈琳与冷宫总管秦凤他们冒死相救，死在冷宫的就是哀家了，今日也不会出现在八贤王的面前。你果真就是皇嫂？赵德芳拜见皇嫂。好一个八贤王，时隔多年也依然肯认我，哀家死而无憾。皇嫂，你是怎么逃出宫去的？又怎会事隔20多年，经由包大人来找寻本王的？此事一言难尽，哀家却有一事要先问八贤王。皇嫂要问的可是当年的太子，如今的皇上。是。不错，陈琳当年转呈本王的话没有错，他的确就是先皇的血印，皇嫂的亲生。果真如此，苍天庇佑。王爷，当年陈公公王府托孤，究竟情形如何？那是本王一生所经历过最大的震撼，至今久久不能忘怀。启禀王爷，陈公公求见。奴婢陈琳叩见八王爷。陈琳，你如此慌慌张张的，可是皇上有急事昭告本王吗？请王爷病退左右。陈琳，本王可从没见你如此失态过。你们都退下。是。行了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回王爷，奴婢奉旨采摘御果园里的果品，送给王爷，作为王爷明日寿辰之礼呀。皇上送果品给我，你也要本王病退左右？王爷，陈琳，这是干什么？这是谁家刚出生的婴儿？王爷，这就是李娘娘方才所生，皇上的嫡亲血脉。我可怜的皇儿，当本王问明了原委之后，本想当即进宫面圣，揭发此一骇人听闻的阴谋。然而，王爷为何未去面见先皇啊？
宫闱争斗，自古皆然。除非那刘贵妃与郭槐自成罪状，否则只是一面之词，如何取信于皇上？当时人证物证俱全，若是及时追查，想必郭槐与产婆尤氏无法脱罪。即便如此，至多也只是那郭槐和尤氏抵罪，未必就能定得了那刘贵妃之罪。如此一来，太子在宫中犹如置身险境，随时可能遭人暗害，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八贤王说的没错，倘若阴谋揭发，只怕皇儿早已被害，而不会成为当今的皇上了。只是如此一来，让皇嫂受尽委屈，险些丢掉了性命。本王在此向皇嫂请罪。不，若非八贤王谨慎睿智，奸人早已得逞，哀家感激还来不及呢。不，这也算是皇天庇佑。当年本王王妃稍早也曾有孕，不幸腹中夭折，于是将太子假称为本王亲子，得以在府中抚养。在7岁那年，被选为太子，就送进宫中去了。应一会自有天定，谁也料不到，历经周折之后，太子终究还是太子。太子7岁那年，头一天进宫就误闯了冷宫。哀家虽不知他就是皇儿，却与他一箭投缘。那也是哀家此生亲眼见到他的唯一的一次啊！本王也明白皇嫂思子之苦，所以召陈琳前来，要陈琳前去探望皇嫂。啊，他们见了面。不错。李贵妃一直以为太子已死，因此将思子之情转到他的身上去了。母子天性，真是母子天性啊！本王担心李贵妃难以承受长期煎熬，也不忍见她因憔悴致死。你将真相告诉她吧。王爷，这样安全吗？本王也知此举的确有些风险，不过骨肉分离，对面不识，也太过残忍了。你还是去吧。是。哦，切记要李娘娘秘而不宣，免得横生枝节。奴婢明白。当陈琳告诉哀家太子就是皇儿之际，哀家的千种委屈、万般怨恨顿时化为乌有，唯恐杞人疑窦，不敢稍有声张，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焚香祭天，为皇儿祈福。原来如此，所谓的邪术诅咒，却原来是焚香祈福。唉，只是本王一念之不忍，竟成为奸人的借口，来陷害皇嫂。这实在是让本王始料未及呀！不，错不在八贤王。若非得此讯息，20年的煎熬，恐怕也难熬得过来。哀家感激还来不及呢。惭愧，只是皇嫂这对眼睛，
幸得公孙先生神医神术，不日，哀家当可复明。太好了，这才是吉人天相啊！如今哀家若想报仇平反，还得仰仗八贤王做主。既是赵家的家务，又是朝廷公案，本王责无旁贷。也该是向皇上禀明一切的时候了。本王这就进宫面圣。王爷，万万不可！包大人为何阻止？进宫面圣，禀明一切，又有何不可呢？也该到向皇上禀明一切的时候了。本王这就进宫去。王爷，万万不可！包大人为何阻止？进宫面圣，禀明一切，又有何不可呢？王爷，此事兹事体大，又事出突然，包拯担心皇上一时之间恐难承受。包大人之意是担心皇上不肯接受了。事隔多年，而刘贵妃已是当今太后，若无足够的凭证，的确很难让皇上信服。那以包大人之见呢？包拯已派人去将陈琳、陈公公接回京来，尚有许多细节有待查明厘清。一旦取得足够证据，再向皇上启奏，较为妥当。包大人言之有理，只是，以皇嫂之意呢？20多年都已经等了，再多等几日又有何妨呢？好，那就依包大人之见。王爷，不过此事还需秘而不宣，还请王爷稍作忍耐，不动声色。本王明白。太妃娘娘，请先回府休息，包拯会差人确保安全，且容臣与王爷在此细商对策。好，那就仰仗二位了。夫人请。请留步。两位大人打扰了。这位公公有何指教？这位老夫人，咱家看着有点眼熟，不知是哪座府邸的亲眷呢？这位公公是？咱家郭槐乃是太后身边的内宫总管。原来是郭总管。老夫人从未进过京，想必是郭总管认错人了。哦，是吗？老夫人急需回府歇息，不便久留，还请郭总管见谅。是，二位请便。他们是哪座府邸的人？开封府的人。
那位老夫人呢？听说是包大人的远房表亲。这就是安神路。是，八王爷亲自交给奴婢的，说是只要用上个3-5滴，就会让娘娘安睡到天明。真会有如此奇效吗？奴婢早上已经派人试了2滴，刚刚才醒过来的。好吧。请。郭淮，奴婢该死。什么事情让你这样心不在焉的？回娘娘，奴婢在想一个人。什么人呢？今儿早晨奴婢去八王爷那求药的时候，路上遇到了一位老妇人。哦，她可是你的旧识啊。哦，不，奴婢只是觉得她的容貌像是谁呀？像是。别吞吞吐吐的好吗？她究竟像谁呀？说呀。像是当年在冷宫里的李贵妃。哎呀，娘娘，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啊！你说她像谁？娘娘，是奴婢一时眼花，胡言乱语。娘娘，您千万不要听进去啊！不，哀家要弄清楚，她真的像李贵妃？是。哀家才梦到的，你就见到他。莫非他真的是回来找我了？娘娘啊，李贵妃在20年前就被先皇赐死了，奴婢还亲自见过她的尸首呢，不会错的。他们只是长得相像，一定是别人。那个人是谁家的亲眷？到南清宫去做什么？回娘娘，奴婢打听过了，他是包拯包大人的远房表亲，是去拜见八王爷的。包拯的表亲？这包拯一向是公私分明，从未听说过他曾带亲眷入京。即便如此，又怎会前往南清宫去拜见八贤王呢？这奴婢就不大清楚了。那就去查清楚，不但要查清楚那人的来历，也要查清楚包拯最近的行止，大事小事都要查得一清二楚的，知道？是，奴婢遵旨。八王爷已经知道太妃娘娘依然健在，想必会在适当时机出面，大人平反此案的机会势必大增。不错，八王爷身份特殊，也较容易取信于皇上。等陈灵抵京，查明细节之后，便可着手进行。还请娘娘再多忍耐几日。但愿不会横生枝节。娘娘，此事一直秘而不宣，学生相信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。不，哀家认为不会如此顺当。娘娘何出此言？
日见哀家离开王府时，遇见一个人。哦，但不知遇见何人？郭槐。郭槐今日的确奉旨去王府向八王爷求药，难道会如此凑巧被他碰上？不错，而且他还将哀家拦了下来。难道他认出了娘娘？岁月催人，娘娘的容颜与昔日必有所差异，应该认不出来才对啊。虽然他没有认出哀家，但他心中必有生疑，否则不会将哀家拦下。而后呢？幸亏王马二将应付得当，方得脱身。大人，虽然郭槐可能起疑，却未必会有所行动。眼前因不致被察觉。话虽如此，却不能不防。娘娘请宽心，包拯会尽量设法让娘娘不与生人接触，然后静观其变。哀家明白。如今指望陈琳能尽快回京，以免另生波折。二位为何不走了？公公啊，请留在车里，不要露面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可是冲着我们来的？两位可是包大人座前张龙赵虎？请问五位是哪路英雄？有何见教？现空岛吴蜀奉包大人之命，前来接应二位同返京城。这是公孙先生亲笔信函，请二位过目。是包拯从陈州带回来的。是，包大人陈州督政回京，途经草州桥，在天齐庙放告后，就多出了这位老夫人，说是他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。就算如此，包拯又为何将他带回开封，而且住下不走？怎不将他送往泸州老家呢？这位老夫人现在是双目失明，正在府衙里接受公孙策的治疗。哦，包大人回京后，陆续有江湖人士进府，后有相继离开。包拯审理刑案，难免有涉及江湖草莽之事，这倒也不足为怪。奴婢还打听到，包大人的座前四大侍卫中，张龙赵虎已离京多日，不知去向何方。包拯属下出京办案也是常有之事，还有什么？这其他就没什么了。啊，对了，听宫内掌管宦籍的太监说，包大人曾经去打听过陈琳的下落。陈琳？他打听陈琳做什么？回娘娘，那陈琳自告老归隐之后，就一直再没有消息了。包大人和陈琳素来交好，想必是想去看望她一下。不会如此单纯。
包拯为何偏要在此时打听陈琳的下落？这奴婢就不知道了。郭淮，奴婢在。传哀家的旨意，宣纳老夫人进宫，哀家有亲自见的。是。太后要宣老夫人进宫，正是。学生冒昧请问，太后怎么会知道老夫人在府中呢？包大人的亲眷进京开封府，谁不知道啊？我看公孙先生是多此一问了。老夫人乃是乡野村妇，不识宫中礼，恐有冒犯失礼之处，还请郭总管回禀太后，收回成命，免宣入宫。包大人这话可就不对了。太后娘娘宣召是何等的荣宠啊！再说这一旨以下，咱家可不敢顶回去啊。郭总管，老夫人双目失明，学生正在为她诊治，此时入宫恐怕多有不便。那没关系啊，咱家在这等候，并亲自陪同入宫。再说了，这宫中有咱家照应，包大人敬请放心。这话说到此，包大人若是还不答应的话，那可就是对太后娘娘的最大不敬了。太后懿旨，本府怎敢不遵？烦请郭总管稍后，本府前去禀告老夫人，并略述宫中礼仪之后，再随郭总管进宫。那就有劳包大人了。没有料到，他们真的盯上了太妃娘娘。大人，难道真的无法回避了吗？太后懿旨，谁敢违抗？太后既然指明要见太妃娘娘，既然是非见不可，只怕是避无可避呀。一旦太妃娘娘进宫，生死便全掌握在太后手中，随时会有性命之忧啊！本府身为外臣，若不奉诏，不得擅自进宫。纵然有心拼死维护，入不得宫，又岂能奈何？大人进不了后宫，展昭却可以。哎，不错，展护卫蒙皇上赐封御前4品带刀护卫，圣驾当前特许带刀，深宫内院任意行走。倘若展护卫随太妃娘娘前往，任谁也无法拦阻。的确如此。展护卫在，就劳你随侍太妃娘娘奉驾入宫。入宫之后，娘娘的安危就全仗你了。属下誓死保证娘娘的安全，请大人放心。好，如今还得劝得娘娘安心前往，谨慎应对，否则后果仍难逆料。他要见我。郭淮前来传话，
如今正在厅中等候。他到底还是找来了。你们说，哀家该不该去啊？娘娘要是不去，恐怕会让对方更加起疑。既然如此，哀家去见他就是。是啊，不过以学生之见，虽然太后下旨召见，却未必肯定娘娘的身份，还请娘娘尽量掩饰一二。宝琴，你说20年不见，他还能认得出我吗？臣不敢断言。哀家明白，这20年来，哀家一直生活在市井之中。若非见到你们，哀家仍然是一个瞎老太婆，他认不出来的。娘娘委屈了。说不上委屈，若想报仇平反，就得忍过一时。哀家立刻动身。展昭陪同娘娘进宫，请娘娘尽管放心。倘若他真敢有所冒犯，展昭定会拼死护驾。展护卫能进后宫？展护卫蒙皇上特许，不需腰牌宫内行走，任何地方都去得。若是有人图谋不轨，恐怕也得顾忌3分。好，有展护卫陪同，哀家就安心不少。那就有劳展护卫了。展昭不敢。太后存心摆弄威风，却不知老夫人目不能视，全无作用。就由他摆弄吧，不值得计较。待会儿见面时，少不得依礼参拜。无妨，既然来了，老身就是一介市井瞎婆。太后驾到！太后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御前4品带刀护卫展昭，携包大人亲眷赵氏，叩见太后娘娘千岁。2位平身。谢娘娘。都起来吧，赐座。谢娘娘。听郭总管说，展护卫执意要陪老夫人一同进宫，是吗？回娘娘，老夫人双目失明，又不知宫中礼仪，包大人特命展昭陪同前来，以免失仪失态。哼，包大人也顾虑太多了。哀家既然宣召老夫人来，自然不会介意是否失态失仪。谢太后。展护卫无需在此听我们闲话家常，妇道人家说的话，展护卫未必适合听。包大人再三叮咛，属下不可擅离老夫人，所以没这一说。在哀家这人寿宫，难道还能让老夫人出什么意外吗？要不这样吧，只要老夫人稍有差池，展护卫尽管找哀家负责，如何呀？展昭不敢。
哀家不但要斩护卫离开，这里除了郭总管留下伺候之外，一个也不留，全都退下。是。展护卫，你就出去吧。既然太后娘娘不担心我老婆子失礼，你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，不如到外头轻松自在一些。老夫人，太后不是已经说了吗？如果我出什么事，她会负责。你放心吧，包大人他不会怪你的。啊，要不你就在外面候着，如果觉得有什么不对，你就随时进来瞧瞧，不就得了吗？还是老夫人干脆。展护卫如今可还有话说？展昭不敢。既然如此，展昭就在门外恭候。老夫人若有需要，请随时召唤。展护卫，你就快走吧，我还急着要和太后娘娘说话呢。展昭告退。太后将老夫人宣进宫去了。正是，包拯虽借此婉拒，怎奈那郭槐亲自前来府衙接人，只得让老夫人去了。这岂不是羊入虎口吗？若是坚持不去，非但坐实了太后之意，而且造成抗旨之事，两相权衡，还是让老夫人冒险进宫。为防万一，包拯特命展护卫随行护驾。哦，有展护卫随行，谅他们也不敢公然造次。但包拯仍觉不妥，故而前来请王爷寻医名目，进宫面圣，伺机前往仁寿宫查看虚实。你顾虑的对，由本王进宫的确较为合适。你且回府等候本王的消息。多谢王爷。老夫人本姓赵，是。居然与皇家同姓，也是有缘了。不，太后娘娘，赵是天下第一大姓，我是沾了皇家的光。老夫人是包大人的亲眷，但不知是哪一房哪一脉。我是包大人的远房亲戚，论辈分，我该是包大人的表姨。常言说得好，一表3000里。我和包大人还从来没有见过面呢。哦，那么你们又是如何遇上的？包大人在天齐庙放告，老婆子有个儿子不孝顺，不但不养我，而且还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。我一气之下就告到了包大人那里。谁知道问案就问出个远房亲戚来，这下可好，管吃管住不说，还把我带到京城，还让公孙先生给我治眼睛。老夫人这双眼睛是……唉，都瞎了10几年了。我也是没福气，能到皇宫里来看看，
那是多大的福气呀！可惜我什么也看不见。谁？你看得见？哦，原来是郭公公啊！我怎么能看得见呢？只是眼睛瞎久了，我的耳力变得特别好，我是听见有人在我身边。哦，咱家是给老夫人递茶的。我哪能担当得起呢？听说郭公公是后宫的总管，那可是个大官。我老婆子怎么担得起让郭公公为我倒茶呢？罪过，真是罪过。老夫人是太后的贵客，咱家是太后娘娘身边的奴才，服侍老夫人是咱家该做的。那我是沾了太后娘娘的光了。你也别客气，你确定不是姓李？太后娘娘说笑了，这姓怎么能乱改呢？太后娘娘，你怎么会觉得我姓李？只因你和哀家多年前的一个姐妹长得十分相似。是吗？啊，我明白了。郭公公也说我看着眼熟，原来我和太后娘娘的姐妹长得像，难怪娘娘要招我进宫。那娘娘那位姐妹上哪儿去了？她在20年前不幸去世了，可是哀家始终觉得她没有死。那我相信娘娘和那位姐妹的感情一定很好。不错，哀家与她情同亲姐妹一样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很简单嘛，人都死了20年，娘娘还觉得她没有死，甚至还觉得她随时会出现在自己面前。娘娘和那位姐妹不但感情好，而且娘娘还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至今还对她念念不忘的。要做娘娘的姐妹，那得积多少阴德啊！我一个乡野村妇能长得有点像，已经是上辈子积来的。不过能让娘娘看看我这瞎老婆子，回忆娘娘当年的那个姐妹，对我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恩宠。你说的没错，你的确让哀家了解思念故人之苦。谢谢。自你登基之后，所作所为均不是规矩，有为有守，没有令人失望啊。那是父王在年幼之时教诲之功，孩儿一直不敢稍有怠慢。只是父王甚少入宫，孩儿也未能成婚定性，善尽人子之孝。你我虽为父子，但是依照朝廷体制，如今却属君臣，若是经常往来走动，反而不妥。唉，就维持现状吧。只要你一切安好，我就放心了。父王不愿入宫，还是儿臣回府探望吧，也好随时向父王请益。那就随你吧。
不知太后情形如何？郭槐来府中求药，以治失眠之症。不知太后是否已经开始服用了？太后日前受失眠之苦，孩儿记得幼时父王偶以安神露助孩儿入眠，故而差郭槐前去求药。打扰父王，还望父王恕罪啊。谈不上打扰。不过你对太后的关怀之情，颇让人称许呀。生育养育皆是恩情，孩儿不敢忘父王的生育之恩，亦不敢忘太后的养育之情。你有此想法，也算难得。安神露虽可助眠，却不宜多服。既然进宫了，也就顺便去看看太后，也好当面嘱咐。孩儿也正要去探问太后服药成效如何，父王何不一起前去？哦，如此甚好。来人，奴婢在。拜驾仁寿宫。是。老夫人，请用点点心吧。啊，谢谢。别见外，吃一点吧。这是哀家特地为你准备的。谢谢。哀家相信你一定喜欢吃。来。这叫心怀蜜，用杏仁、槐花和蜂蜜调制而成，是当年哀家那位好姐妹自创的甜点。好吃吗？妹妹啊，姐姐，来，我们去吃点心去。哎，来，来坐。妹妹，你尝尝。哎，你又研制了新的点心？是啊，是我刚研制出来的，当然要请妹妹第一个尝了。好吃吗？有淡淡的花香，有点苦涩。不过饼心却是甜的，真的很好吃。你是怎么做的？这是5月初开的槐花，带皮的杏仁，再加上断花的蜂蜜，用栗子面揉合以后再烤出来的。这么好吃的点心，有名字吗？有啊。采用食材的名字就是姓怀蜜3个字的谐音，心怀蜜，就是心里揣着甜甜的蜜。心怀蜜，姐姐是不是要献给皇上的？不，这只是做给我们姐妹俩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们姐妹共同的写照。我们刚进宫的时候，就像初开的槐花，洁白美丽；而在宫中的日子，就像杏仁一般苦涩。不过，只要我们安心的待在宫里，总有一天会得到皇上的宠幸，往后的日子就会像蜜一样甜。
姐姐，姐姐只教给你做法，也只做给你一个人吃。记住，这可是我们姐妹之间永远的秘密。从此以后，哀家学会了做这酥饼。20年前，当哀家那位姐妹过世之后，哀家才下旨宫中御厨学着做。可是这心怀蜜只给哀家一个人吃，甚至连皇上都没有尝过。因为哀家曾经答应过他，这是我们俩之间永远的秘密。你因何掉泪？没有，没有。哀家亲眼所见，怎说没有？我太后娘娘对20年前的姐妹还如此的怀念，真是令人感动。老婆子天生就爱哭，就连听人说书都会哭得稀里哗啦的，让娘娘见笑了。老夫人也太多愁善感了。如今故事说完了，老夫人也哭过了，现在可以吃点心了。这点心，娘娘一向是不给别人吃的。我老婆子哪来这么大的福气享受？因为你和我那姐妹长得实在是太过相似，直到现在，哀家都认为你就是她。展昭叩见皇上，八王爷。展护卫平身，谢皇上。展护卫为何会在仁寿宫外？展昭陪同包大人亲眷赵氏，奉太后懿旨进宫。哦，太后宣老夫人进宫，展护卫为何不在一旁陪伴？太后与老夫人闲话家常，命展昭在宫外候命。那就随朕一起进去吧。谢皇上。娘娘怎么不说话了？哀家想仔细的看看你。我一个瞎老太婆有什么好看的？娘娘就别再取笑我了。哀家要仔仔细细的看清楚，你究竟是姓赵，还是姓李？皇上驾到！奴婢叩见皇上八王爷。平身。儿臣参见母后，望母后病体早愈。免礼。皇上来仁寿宫，怎不先通知一声？八贤王又怎会联袂而来？父王得知母后患有失眠之症，特来探望。哦，自从哀家迁进这仁寿宫，八贤王可是头一回来。
惭愧，本王不敢贸然前来打扰太后，没想到却失了君臣之礼，还请太后恕罪。千万别提什么君臣之礼，八贤王乃是先皇玉帝，又是皇上的生父，既是一家人，又何必拘礼呢？你能来看看哀家，哀家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多谢太后不罪之恩。本王是来提醒太后，那安神露虽可助眠，却不宜服之过量，否则恐对凤体有伤啊。难得八贤王如此细心，哀家感激不尽。这位就是包大人的亲眷吧？难得八贤王如此细心，哀家感激不尽。这位就是包大人的亲眷吧？老夫人，圣驾当面，不可失了礼数啊！天下百姓乃是皇上的子民，我老婆子理当大礼参拜。老夫人身体欠安，目不能视，还请皇上。展护卫，该跪就跪，该拜就拜，我又怎么能够例外呢？老夫人，请起。老夫人是包大人亲眷，又是母后宣召入宫的贵客，这些繁文缛节就免了吧。老夫人因何落泪？皇上，我是心里难过。老夫人有何伤心之事？皇上，我听说皇上不是太后娘娘亲生，可是却对太后娘娘小心丝毫不减。可怜我老太婆，明明有一个亲生儿子，她却不肯认我，丢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夏老太婆。皇上，我怎么能不伤心不难过？竟有此事？难道包大人对此事就不闻不问吗？回皇上，包大人正在着手追查，一旦查明，自会还老夫人一个公道。如此不孝之人，休说朕不放过他，便是天地之间也难容他。展护卫，转告包大人，务必尽快查办此事，以安老夫人之心。展昭遵旨。皇上，老夫人进宫已久，未免包大人挂心，臣敢带老夫人请辞出宫回府。哀家许久没见外人了，老夫人难得进宫，就留宿一晚。明日一早，哀家再派人送老夫人回府。哀家坚持，展护卫可以先回去禀明包大人。回娘娘，展昭奉包大人之命随侍老夫人，不得擅离。既然太后留下老夫人，展昭也留下陪同老夫人，请太后恩准。展护卫留下照顾老夫人也好，以免包拯担心。谢皇上。既然皇上都这么说了，哀家岂会再有异议？只是包拯那里……不妨，本王正好要去见包大人手谈一番，就由本王代为转告吧。谢八王爷。郭淮，奴婢在。收拾一间肃静的厢房，安排老夫人过夜之用。是。
什么？太后将老夫人留宿宫中？不错。当时皇上也在场，同时也准许展护卫留在宫中随侍，本王则负责来通知你包大人。难道老夫人的身份泄露了不成？应该是不会，否则太后和郭槐的神色不应该那般镇定才是。学生以为，纵使太后没有认出老夫人，却也未尽是心中之疑，因此硬将老夫人留宿宫中，也是为了更加确认。对，有此可能。倘若如此，老夫人在宫中岂非身陷险地？此事皇上也已知晓。倘若他们企图对老夫人不利，恐怕皇上那儿也难以交代。按理说，他们不会，也不敢不计后果贸然行事。然而，若是他们已然确定老夫人的身份，而打算孤注一掷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大人不必担心，还有展护卫在。对，展护卫绝不会让他们轻易得手的。如今，就只有全寄望展护卫了。东盼西盼，早盼晚盼，盼了20多年。如今他就在我的面前，却看不见他的容貌。我能听到他的声音，触摸到他的双手，甚至能感受到他的呼吸、心跳。可是他却不知道我是谁，只当我是一个让人可怜的瞎婆子，一个与他毫无关系的陌生人。老夫人，请暂且不要想这些。如今老夫人身处险境，稍有不慎，便会遭人暗算。身处一世，形同陌路。若是不能母子相认，就算是躲过所有的危机险境，又有何意义呢？老夫人切莫气馁，包大人定会为老夫人洗雪沉冤，到时候老夫人必定会母子团圆。可是老夫人必须谨慎小心，安然度过危机，才能如愿以偿。唉，若不是盼着这一天，我早就不眷恋这悲惨的人世了。展护卫，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。太后将老夫人留宿宫中，想必是另有所图，请老夫人暂且忍耐，及早就寝，一切交由展昭应付即可。好，一切就依你。无论夜间有何动静，都请老夫人闭门不出，展昭自会在屋外守候。我不会看错，一定是他。娘娘，当年先皇赐死李贵妃，是奴婢亲自去验看的尸体，千真万确，她死了20年呐。那么就是他又活了过来。娘娘啊，这人死他焉能复生啊？那么今天在我面前的又是谁呢？或许他们长得很相像，可是，就算真的是他，
这事隔20年了，相貌已大有不同，娘娘又怎么能确认呢？不对，他能瞒得过天下人，只是瞒不过我。当年我与他朝夕相处，无论他今日如何伪装掩饰，那种神态举止是变不了的。郭淮，奴婢在。你把他请到寝宫来，先逼不出他的真实身份。娘娘，哀家的话你敢不听？奴婢不敢，奴婢遵旨。大人，公孙先生，大人仍在为太妃娘娘担心吗？展护卫虽在娘娘身边，然而后宫全在太后与郭淮的掌控之中。本府担心的是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大人不必担心，展护卫武艺高强，胆识过人，想必定会保得娘娘安然无恙。单凭武功不足为事，展护卫需要的是斗志，而非斗力。说是娘娘的安危，实则却是正邪善恶之争。胜，则是公理正义之胜；败，则是天道人性之败。本府虽知展护卫必能妥善应对，却仍难免挂记于心呢。展护卫，郭公公，咱家奉了太后的旨意，请老夫人前去叙话。老夫人已然安寝，请郭公公回禀太后，恕难奉诏。展护卫，你没有搞错吧？此刻刚刚入夜不久，老夫人怎么可能已经入睡呢？郭公公有所不知，公孙先生正在替老夫人医治眼疾，最忌劳累，每日入夜忌眠，从无例外。可是太后正在寝宫等候，展护卫务必请老夫人破例前往，否则咱家难以向太后交代。就算展某想帮公公的忙，恐怕也是无能为力。此话怎讲？公孙先生乃是以精针过穴之术及开方施药，双管齐下，为老夫人诊治眼疾。老夫人进宫之前已经服过药，时辰一到，自然成眠。如今若想唤醒老夫人，只怕是绝无可能。郭公公还是尽快回去禀奏，免得太后哭的。展护卫能否让咱家进去看看呢？郭公公到底要看什么？
郭公公虽是晋升太监，并无男女之别，可是老夫人已经入睡，又何必前去打扰？除非你不相信展某。不，长会言重了。咱家是奉太后旨意而来，若不进去看看，如何向太后交代？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不相信我吗？展辉，见谅了啊！咱家今天是非看不可。展辉，咱家可是奉太后的懿旨而来啊！展昭也是奉了皇上的口谕，留在此地照顾老夫人的。公公若想是闯过去，别忘了展某来自江湖，就他们几个，展某还不放在眼里。想试试？公公，还是回去复命吧。倘若打算在此与展某耗下去，吃亏的恐怕还是公公你了。展辉，千万不要误会，咱家只是为了向太后有个交代。既然展辉已经把话说明白了，咱家回禀太后就是。那好，公公请吧。好个大胆的展昭，竟然敢和哀家作对！也许他说的是实话。不可能，他们是做贼心虚，想躲开哀家，偏就让你躲不了。郭淮，奴婢在。随哀家一起去，看他敢不敢拦阻哀家。娘娘请息怒，请听奴婢说几句话。你说。展昭他虽然从中作梗，但他的话多少总占个理字。皇上的确让他留下来照顾，至于是否真的吃了药沉睡不醒，这个谁都不能证实。娘娘您如果真的要去，恐怕也不能这样理直气壮啊。这后宫是哀家的后宫，哀家不需要向任何人说理，惹恼了哀家就硬闯。娘娘，那就更使不得了。展昭在江湖上人称南侠，皇上又赐他为御猫。他的武功高强，谁也难敌呀！哼，难道他有3头6臂？哀家请后宫之礼，就不信凭他一个人能应付得了？娘娘，这样如此一来，是不是就扰得人尽皆知？若是惊动了皇上，问明缘由，娘娘恐怕这就很难自圆其说了。娘娘，您无非是要弄清楚那虾婆的真正来历。其实这也不急于一时啊，只要是错过了今日，奴婢一定会明察暗访，定会尽释娘娘的心中之疑。若不是心虚，又何必躲哀家呢？他越是如此，越让哀家确信一定是他。娘娘，有些事情，也许经过20年会有所改变。可是有些事却永远不会变。哀家有办法证明究竟是不是他。娘娘指的是太极，这与生俱来的记号，永远也变不了。姐姐这头秀发真漂亮，皇上见了一定会喜欢。女为悦己者容，我们作为女子，恐怕这一生花在梳妆打扮上的时间少不了。真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呢。哎，姐姐，你颈后的这个心形图案好美哦，是谁替你画的？傻妹妹，这不是画的，
这是胎记。真巧，胎记能生成这么美的模样。可惜我自己都看不见。没关系的，姐姐看不着，就留给皇上看呗。妹妹，你看你又在取笑我了。那胎记生在后颈发根处，无论多少岁月，也不会让它消失。只是平日会被头发遮盖，难以察觉。娘娘是想从胎记上来证明她的身份？展昭占个理字，哀家也占个理字。就算是个瞎婆，也得梳妆打扮才不失礼。展昭是男子，而他又双目失明，派人替他梳妆，谁也无话可说。是，奴婢一定派个手巧的宫娥去，一旦看清楚了，立即回禀娘娘。到那时你再来和哀家争辩，究竟是不是他？展护卫，你就出去歇会儿吧。我们梳妆打扮，你们男人看着岂不是没趣儿啊？展昭奉命陪伴老夫人，不敢稍有懈怠，打扰了老夫人，还请恕罪。你要是不嫌烦，就陪着吧。怎么样？有。什么？你确定啊？确定。不可能啊！他明明早就死了。娘娘，奴婢真的亲眼看见他的尸首，他的确在20年前就死了。难道他又活过来了？那就让他再死一次。老夫人，我们可以走了。走？去哪里？出宫回府。现在走合适吗？此地不宜久留，只有回到开封府衙，才能真正保得老夫人的安全。好，那就请展护卫带路。是，请。郭淮，奴婢在。立刻调集后宫所有人手，将厢房团团围住。哀家要亲自去揭开他的真实身份。是。娘娘，启禀娘娘，展护卫和老夫人已经出宫了。什么？你不是你们在厢房守着吗？你怎么快让他们走了呢？展护卫坚持要走，我奴才拦不住呀。你立刻去追，不能让他们离开后宫。是。启禀娘娘，包大人亲自带着人在宫外等候，已经把老夫人接回开封府了。啊！这个包拯！娘娘受惊了。幸亏有展护卫陪同，否则哀家怕真是出不了后宫了。展昭只是略尽本分而已。难道娘娘的真实身份被他们认出来了？其实他心中一直在怀疑，
所以才会这样百般试探。不过哀家矢口否认，相信他也无法证实。娘娘虽然侥幸暂离虎口，但太后必定心中生疑。然而在陈琳抵达京城之前，还必须与他周旋。包拯除了会确保娘娘的安全之外，还请娘娘再做忍耐。哀家明白。宝卿，臣在。我今天遇见他了。娘娘是说皇上？不错，他的声音和蔼可亲，双手厚实温暖。如果有一天，当他知道我就是他的亲娘，娘娘请多做忍耐，终有一日，皇上会明白的。好，权杖包钦，为哀家平反。臣身为朝臣，义无反顾。原来这都是包拯在其中作梗。如果他不知道虾婆就是当年的李贵妃，又怎么会把她带回开封？可是他又何必要带着李贵妃去南清宫见八王爷呢？这个包拯他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？哼，不管包拯打算如何，哀家倒先要问你，20年前你奉旨验尸究竟是怎么验的？娘娘，奴婢冤枉啊！当年奴婢的确是亲眼看见过尸体呀。原本预定在次日清晨运出宫去，交给开封府验尸安葬。可谁知道当天晚上冷宫就起了大火。哎，不对呀，当年那场大火，它烧得也太凑巧了。怎会不巧？尸体化为灰烬，仵作如何验尸？谁又能证实火场里留下的焦尸真是他？可是那冷宫里的总管秦凤也烧死在里面啊，他总不会连自己的命也不要吧？难说。可是当年去执行先皇赐死令的是陈琳呐，他应该最清楚上吊身亡的是谁呀？除非，这根本就是陈琳的主意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为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知道了些什么。记下东西。公公，吃点东西吧。对，吃喝完毕，我们还要赶路呢。老人家，多少还是吃一点儿，否则路上饿了再吃，多有不便呐。多谢几位英雄前来护送，实在是愧不敢当啊。您是包大人的重要人证，在下兄弟奉包大人之命前来保护，又何必言谢？对了，什么案子要你作证啊？这事关重大，请恕我不便说呀。那有什么？难道我们几个兄弟还会四处瞎说吗？
好了，四弟，包大人的案情我们不需要知道，何必让老人家为难呢？不错，四哥，你我唯一的任务便是让老人家安全无虞地回到京城。娘娘是担心陈琳知道当年那件事儿。若非如此，陈琳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抗旨徇私，让他逃出宫去。可是知道当年那件事的只有娘娘、奴婢、产婆尤氏和寇珠4个人呢。产婆尤氏当天晚间，奴婢就让她在人间永远的消失了。至于寇珠，寇珠可是临死也没有说出太子的下人。你还是不肯说实话。寇珠说的是实话，请娘娘明鉴。你还敢嘴硬？要你把婴儿埋在金水桥下，去把它藏了起来。说，究竟把它藏在哪儿了？公公，寇珠冤枉啊！我的确埋在金水桥下。胡说！那你为什么指不出埋尸的地点？我当时心里害怕，匆匆忙忙的埋好就回宫来了，实在记不得埋藏的实际地点呢。你还敢胡说！咱家派来那么多人在金水桥下去挖，就差没把它挖了个遍。说，到底藏在哪儿了？啊！我实在想不起来了。找死你！娘娘，寇珠冤枉啊！好了，别打了，让本宫再问问。是啊。寇珠，娘娘，你是我金华宫的宠玉，一直跟在本宫身边。这些年来，本宫待你如何呀？回娘娘，寇珠自小进宫，直到入了金华宫，跟着娘娘，才不受其他宫人欺负。娘娘对寇珠恩重如山。难得你还知道感恩。这狸猫换太子之事，乃是极端机密。若你不是本宫心腹，本宫也不会让你参与其中的。娘娘信任寇珠，是对寇珠的恩宠。那么，你就是这样来报答本宫的吗？娘娘，太子的下落何其重要，若不能确定的确已被你掐死埋葬，今后本宫岂不是寝食难安，疑虑终身吗？娘娘请相信寇珠。你要本宫如何相信？娘娘，寇珠已死明志。请娘娘安心。这些年来，哀家一直认为寇珠的确被冤枉了，可是如今看来却又未必。娘娘，这么重大的事儿，他又能告诉谁呢？他又怎么能有把握对方不会出卖他呢？不错，他不可能相信任何人。再说了，倘若他真的把婴儿藏了起来，他又会藏在哪儿呢？后宫那绝对不可能，
奴婢一定会发现的。可是以后宫门禁之严，谁也不可能私自进土，更别说是夹带婴儿出宫了。娘娘，有一个人可以。谁？陈琳。当时他是首领太监的身份。娘娘啊，奴婢虽不受他管，但也得敬他几分。他出入宫门，不但无需通报啊，也没有任何人敢去阻拦检查呀。奴婢想起来了，当天寇主抱的婴儿走出去后，奴婢亲自送产婆尤氏出宫，并且安排人手在城外将他灭口。你出宫后，自会有人来找你。等你们见面之后呢，你这一辈子就不缺吃穿了。谢谢总管，谢谢总管。不用谢，这是你应该得的。去吧。是。哎，陈公公，你这是急着忙什么呢？皇上要咱家送玉果去给八王爷祝寿，谁知道玉果园的人耽误了时辰，再不赶去就要误事了。啊，既然如此，那陈公公就赶紧请吧。如今回想起来，陈琳的神情不安，态度慌张。难道是他把婴儿藏在宫河之内，私带出宫了？不会错，定是如此。那么，当年李贵妃逃出宫去，想必也是他安排的。原来一直是他，可是他为何不向先皇举报呢？他不敢。当年先皇见李贵妃生了个怪物，震怒之下，谁敢多言？后来，先皇又沉醉于道家之学，不理政事，娘娘又总揽宫中大权，陈琳为求自保，他能敢说吗？那么，为何事隔20年，他又出现在京城？莫非他真是来报仇的？娘娘，李贵妃当年都不敢出面喊冤，如今娘娘又贵为太后，她凭什么报仇啊？难道是因为包拯？包拯虽说是铁面无私，可是宫闱之事还轮不到他插手。哀家明白了，是八贤王。包拯曾将他带进八贤王府，昨日八贤王说是特意来仁寿宫探望哀家，其实却是为了他。这竟然扯上了八王爷！看来如今所面临的，乃是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大人，娘娘的病情可是有了变化？宝琴，哀家现在已经能够看到光亮了。太好了，公孙先生可否略作说明？是。娘娘这几日施针用药，从未间断过。若论医理，此时最忌情绪激动。可是娘娘的情形却恰恰相反。娘娘入宫之后，因与皇上相见，
而难以激动之情。想不到体内运行之气竟借泪水把久滞的经脉打通了。公孙先生是说，娘娘双目复明已确有可能。正是，而且随时都可能会发生。没想到娘娘因祸得福，可喜可贺。还有赖公孙先生妙手回春，学生不敢居功。这也是老天垂怜，让哀家能够亲眼目睹20年沉冤昭雪。娘娘，八王爷虽然地位崇高，却无职无权。就算他们靠八王爷撑腰，恐怕也动不了娘娘，翻不了案。不，八王爷乃是赵氏皇族族长，皇族中人无不以他马首是瞻。同时，他还握有上打昏君、下打谗臣的先皇御赐金剑。一旦他插手此事，哀家也难以对抗。那如何是好啊？八王爷之所以被尊称为贤王，乃在于他处事公允，依法讲理。若是无凭无据，他也不会插手。娘娘啊，20多年都过去了，不会有证据留下来了。哼，没有物证，却有人证。娘娘是说李贵妃？不，她只是一个抗旨不遵的先皇陶妃。她若作证，自可轻易推翻，无人会信。那真正的关键人证是陈琳。陈琳早已告老还乡，不理世事了，难道还会找她回来作证？保证以远方亲眷之名带李妃入京，甚至带她前往南清宫见过八王爷。可是却为何迟迟不提此案？他们在等陈琳进京。没错，你曾说过，包拯的侍卫出京而去，却不知去向。哀家可以断言，他们是接陈琳去了。娘娘，那如此一说，他们是在等陈琳一旦进京，包拯必然会开始行动了。没错，因此无论如何，绝不能让陈琳进京，知道吗？大人，老夫人的康复情形很好，现在已安然入睡。太后的疑虑未消，危机随时会现。虽在府中，仍需严加防范呐。是，王朝马汉带人在厢房外守护，展护卫则藏身暗处，紧急之时可立即支援。好，此时不能出半点差错，否则非但不能替老夫人平反，甚至可能因此而惹祸上身。是，学生会多加留意。陈琳何时可到？依行程估算，明日便可抵达。倘若太后对老夫人疑心不减，甚至可能连陈琳回京都会被他们察觉。万一……大人无需担心，陷空岛无属，
可抵数百精兵，保陈总管回京，必定万无一失。怎么会有官兵设下路障？这种荒野官道有什么大事儿？我看他们是吃不饱撑的，没事干。没那么简单。四哥，后面招呼一声。你们过来，接受盘查。这位长官，我们只是路过。本官奉令追查亲密要犯，任何人都要经过盘查。倘若我们不往前走呢？不走也得查。倘若我们不让查呢？大胆！你们敢抗拒盘查，本座立刻下令拘捕你们送官。凭你们还办不到。你去吧。你们是哪里的官差？这你不必知道。此地离开封城不远，应该是开封府的辖地。可是你们并非是开封府的人。你怎么知道本座不是开封府的人？如果你是，你就该认得我。哦，你是什么人？开封府包大人座前侍卫赵虎。哈哈哈哈，好极了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上！哎呀，这！我就知道你们不是真的官兵，果然没有料错。我要的是马车里的人，识相的立刻离开，还可以保一条活命。既然你们不是官府中人，想必是来自江湖。不过，如果你知道我们是谁，恐怕就不敢这么说话。哦，阁下又是什么人呢？金毛鼠白玉堂。你不用看了，县空岛五署全在此，你还想拦我们吗？哎，五位都是江湖豪杰，何必淌这官府的浑水呢？在下也是受人之托，还请五位不要插手。你错了，这件事县空岛五署管定了，你最好让我们过去，要不凭本事把我们留下。在下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不挡人财路，乃是江湖规矩。彼此日后还要再见面吗？不，像你这样只管拿钱办事，不问是非黑白，根本就是江湖败类。谁说要跟你再见？白玉堂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白某人偏偏就是这个脾气。你五署再有能耐，也未必敌得过我人多势众啊！你就试试。好，一个也别放过，给我杀！三哥开路！
什么？没拦住陈琳？奴婢该死！抬起头来！包拯不过派了2个人去接陈琳，你竟然会拦不住他？奴婢没想到包拯会派江湖人陪同保护，他们的人武功高强，奴婢的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江湖人？这包拯居然和江湖人串通一气，看来他是早就有了准备。陈琳如今人在何处？他已经进了开封府。包大人，陈公公辛苦了。不，包大人信中所说之事，关乎至深至大，咱家哪怕跋山涉水，也要立即赶得来呀。只是途中竟会遭人伏击，却让公公受惊了。没事，有献空岛5位英雄保护，咱家安全得很。包大人，那位真的在开封，而且正在府衙之中。包大人，能否让陈琳立刻前去拜见？不急，老夫人正在午休，公公也稍事梳洗歇息，稍待本府自会陪公公一道前去，如何？咱家随时静候包大人通知。张龙、赵虎，大人，令陈公公客房休息，并请献空岛武艺厅中说话。是。谢包大人。谢。大人，如今白玉堂已将陈总管安全带到京城，大人可要带他进宫面圣？不，时机不宜，还是将老夫人之事了结之后再去不迟。是。叩见包大人。无畏秦旗。谢包大人。陈公公安然抵京，无畏功不可没。包大人有令，草民兄弟岂敢不遵？幸喜人证无恙。包大人，包大人可知伏击拦路的是何人所指使？陈公公是本府侦办重大案件的人证，那指使伏击之人自然与本案有关，只是如今尚在查证阶段，本府不便透露。包大人办案有用得着我们草民兄弟之处，请尽管吩咐，我们定当全力以赴。对，包大人只要招呼我们一声就行。不敢有劳五位，此案牵涉太广，五位不宜介入。包大人，你也太瞧不起我们了，有我们加入，保证能帮包大人立刻破案。二弟，不得无礼。二哥，包大人不要我们介入此事，必有缘由，我们听命就是了。哎，并非本府不愿领情，只是无谓介入，虽然对本案有所助力，却也可能因此而引人注意，反而有碍办案，届时岂非适得其反？包大人可否听白玉堂一言？请讲。陈公公返京途中，对方伏击不成，势必会再度尝试。陈公公虽已在开封，却仍处险境。倘若仅留白玉堂一人暗中保护，既不会妨碍包大人办案，又可确保人证安全。如此一来，岂非两全其美？
大人，白武侠言之有理。虽然展护卫在府中，毕竟分身乏术，倘若白武侠从旁协助，当可确保无事。大人也可专心办案，而无后顾之忧。公孙先生所言甚是。既然如此，白玉堂一人留下便是。谢包大人。老五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！结果你一个人留下来，我们几个还得回陷空岛，什么热闹也看不了。就是啊，我们也不走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武帝留下来是对包大人办案有帮助，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？武帝留下来不但对包大人有帮助，对自己也好。徐三侠毕竟看得透彻，包大人要白武侠将功赎罪，保陈公公进京。若是再能确保他的安全，日后大人在皇上面前就更好说话了。公孙先生，白玉堂此举并非只为了将功赎罪。哦，南侠都能因包大人为官清正而仗义投身官府，白玉堂为何不能略尽心力？休说只是为了保护陈公公，便是赴汤蹈火，亦在所不辞。白武侠豪情一举，公孙策由衷佩服啊！武帝，大哥可是觉得小弟与之前大有不同？不错。以前你一直心高气傲，更不屑与官府为伍。如今看来，好，做大哥的以有你这样的兄弟为荣。小弟惭愧。好极了，老五，真有你的。二哥也就不再啰嗦了，这就乖乖的回陷空岛去。多谢二哥。哎，五位啊，五位，为防人耳目，还请白武侠与各位一起离开府衙，再悄悄转回来，方能收暗中保护陈公公之效。公孙先生顾虑周到，白玉堂谨遵台命。哈哈，告辞。这一颗小小的金丸，竟然会是日后被封为皇后的凭证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母以子贵，虽说是传统，可是也太没道理了。孩子临盆还早，妹妹何必又想那么多呢？如果真的生了儿子，皇上真的会封皇后吗？君无戏言，当然会了。我想，只要我们的孩子平安降生，健康快乐的成长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姐姐比我先怀孕，自然会先生。那么将来，姐姐就是皇后了。现在生男生女还不知道呢。就算生了儿子，被立为太子又如何呢？你我姐妹情深，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，太子是谁生的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可是太子毕竟只有一个，皇后也只有一个啊。妹妹，听我一句，权势富贵固然迷人，
可是安详和乐更为重要。我们何其幸运被选入宫中陪伴皇上，可我们又何其不幸与家人断绝往来。身为贵妃，我们生活无忧，享尽荣华，比起大多数人更是天壤之别。妹妹，所以只要我们生活的快乐、健康、平安，谁是太子，谁当皇后，真的一点都不重要。妹妹，你说呢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如何？那些江湖人已经离开，开封府一切正常，并无异样。看来他们正在密谋对策，随时可能有所行动。娘娘，奴婢从头到尾的仔细想了一遍，这实在不明白他们又能对娘娘如何呀？怎么说？当年是先皇下旨赐死李妃，这火烧冷宫是总管秦凤自己干的。这狸猫换太子，只有寇珠参与其中，而寇珠却又早已命丧九泉，他们怎么追也追不到娘娘身上啊！郭淮，你跟着哀家30几年，竟然会如此懵懂。请娘娘明示。全案最为关键的一点是，当年那被换去的小太子下落何方？这如今即可断定，当年寇珠非但没有将太子掐死埋葬，反而交给了陈琳，随后他便去了八王爷府，而八王爷如今更参与此事。娘娘，那么太子当年是交给了八王爷，可是这20多年都过去了，可太子他从来没有露过面呢。如果当年那个小太子活了下来，如今该有多大岁数了？27、8岁吧。不错，正与皇上同庚。难道不无可能？娘娘，要是果真如此，那岂不是大事不妙吗？这正是事隔20年之久，李妃和陈琳会相继回到京城的主要原因。奴婢陈琳叩见娘娘。陈公公，快快请起。谢娘娘。奴婢安排适当，让娘娘流落民间20年，奴婢罪该万死，请娘娘恕罪。公公不要自责，当年若不是公公冒死相救，哀家又岂能活到今天？小太子如今已成为当今皇上，一旦母子团圆，娘娘的旷世奇冤便可昭雪，也不枉娘娘忍辱多年呐。若没有公公的常年护佑，皇上也不能够如此顺利茁壮成长了。赵氏一族亏欠公公的太多了。唉，奴婢不敢居功。陈公公忠心耿耿，皇上也感怀在心，否则
也不会以亚父尊称了。哎呀，陈琳一个奴才，有何德何能，敢当此尊称啊？陈公公的忠肝义胆，后世自有公评。眼前本府有若干的不明之处，还请公公示意。包大人尽管提出，陈琳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好，本府要问的是，当年公公奉旨赐死，却按住娘娘逃出宫去，如此重大之事，为何不向八王爷禀报？八王爷既知狸猫换太子之事，公公为何还要对他有所隐瞒呢？并非咱家不敢禀报八王爷，只是当时时机紧迫，不及禀报。再者，以八王爷的脾气，必会据理力争，而先皇怒气未消，必不听谏。如此一来，反倒毫无退路了。所以咱家本想待事过境迁再禀明八王爷，怎奈娘娘出宫之后，竟断了消息，音信全无。唉，也真是造化弄人。谁知道接应之人会在途中突然病死，哀家因此与秦凤也断了联系。娘娘下落不明，而冷宫的一把火已将假扮娘娘的于中烧得尸骨难辨。当时并无人怀疑娘娘依然健在，斟酌再三，我只得对八王爷隐忍不说。陈公公，后来皇上继位，大权在握，陈公公因何没有伺机向皇上奏明当年往事呢？皇上不明身世真相，对刘后已有母子之情啊。且事隔多年，人事全非，单凭陈琳一人，又如何能将此事揭穿呢？万般无奈，只得告老还乡，远离京城啊。换做任何人，恐怕也无能为力。本府尚有一事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娘娘逃离后宫当夜，冷宫当即遭到火焚，想必不是巧合。不知陈公公可知其中内情？冷宫失火，乃是秦凤自焚呐。你待怎讲？当郭槐验过尸首，离开冷宫之后，咱家愈想愈担忧。没想到，还真的把郭槐给瞒住了。狱中这条小命儿，总算没有平白牺牲啊。公公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瞒得了郭槐，只说明在后宫没人知道是于中假扮了李娘娘。那就行了。明儿一早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就把这尸首送出宫去了。然后呢？交开封府收敛埋葬啊。问题就出在这儿啊！开封府必然依法验尸而后埋葬。于中和你我一样都是阉人，可是男女毕竟有别呀，能瞒得过府里的仵作吗？一旦仵作发现真相，必向宫中回报，郭槐还是会知道。哎，怎么办呢？嘿，公公，
你有办法吗？百密而一疏啊，如今也无法可施。但愿在他们发现真相之前，娘娘已安全脱身。可是，他们却会找上我们。不错，他一定会将我们举发，公然违抗圣旨，私纵娘娘出宫，恐怕死罪难免呐。秦凤，咱家虽死不足惜，只是却拖累了你呀。不，祝娘娘脱困出宫，乃秦凤自愿。如果因此而丢了性命，也可以和于中作伴，至少不会让他专美于前。好，你们两个都让人敬佩。只可惜，娘娘虽逃出宫去，被扣上抗旨潜逃的罪名，或许永远也没有平反之日了。我有法子了。哦，你快说。仵作验尸必须有尸可验，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毁尸灭迹。话虽不错，可是郭槐再三交代要你看顾尸体，一旦毁尸灭迹，他仍然会找上你，而且必会怀疑你毁尸灭迹的目的。我有把握，叫郭槐不会怀疑，也无从追查。事关重大，你必须说明用什么法子。今夜3更，冷宫会有一场大火，火场之中只有2具焦尸，一具是李娘娘，另一具是冷宫总管秦凤。你书都是死，就让我死得值得些。秦凤，请受我一拜。公公，只请公公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。请公公务必保娘娘有朝一日平反沉冤，让秦凤与于中死而无憾。秦凤留下了宫外接应娘娘之人的联络方法，当夜冷宫起火，我没敢去火场，怕的是难掩悲伤露出痕迹。秦凤虽死，却掩盖了真相，没有让郭槐起疑。原本以为只有于中一人因我而死，谁知道连秦凤竟然也……哀家只怕永远也无法报答他们。娘娘，包拯以为他2人死得其时，也死得其所。娘娘若是将他们长记在心，想必他们也能瞑目了。陈公公，学生有疑问想要请教。公孙先生，请说。当年与郭槐狼狈为奸的首席产婆尤氏下落如何？陈公公可知晓啊？咱家当时暗中查过，只知道他出宫不久便被人劫财杀害，官府也登录无误啊。显然是杀人灭口。然而还有一人最为关键。
包大人所指何人？扣住。对，寇珠当年可是皇上的救命恩人，而且哀家在打入冷宫时，他刚开始还经常去看我，可是没过多久就没再出现过。陈公公，寇珠如今还安在啊？陈公公，寇珠可说是此案关键，对大人平反此案帮助甚大。不错，若是能有寇珠的证词，远胜于其他。莫非寇珠竟然也……本府明白了，陈公公，寇珠的情形与此案关系重大，公公恐怕不能不说。寇珠虽然年轻，却让人敬佩啊。娘娘被打入冷宫之后，先皇迷上了丹药之术，连金华宫都许久不去。刘皇后圣诞之日，指派杂家前去送礼。离开金华宫时，竟遇见了寇珠。公公，此地无人，公公放心。寇珠，咱家不是说过你我尽量不要见面，以免起人疑窦，你为何偏要来见我？公公，情势紧急，寇珠不能不向公公禀报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几天，寇珠常偷着去冷宫探望李娘娘，谁知道竟然被郭槐发现了。啊！你这个丫头真是的，这不是找麻烦吗？寇珠是因为不忍心见娘娘受委屈，所以……哎，你赶快向郭槐认错请罪，任他处罚，相信不会有什么事的。不，他已经起了疑心，甚至追问我当初把太子的尸首埋在什么地方。啊？他想干什么？他打算挖出尸骸，确认无误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推说记不清楚，胡乱指了几个地方。不行，这迟早会被他发现。寇珠明白，来找公公是要公公多加小心，不能把太子的去向透露出来。咱家当然不会说了，只是你，寇珠也绝对不会说。他一定会用刑逼迫，万一你熬不住酷刑，岂不是前功尽弃吗？公公，我不会给他机会。怎么说？我会尽量忍，实在忍不住，寇珠会矢口否认，以死明志，让他认为的确是冤枉了我。哎呀，你这个丫头啊！哎，公公一定要尽全力保护太子长大成人，寇珠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寇珠啊！公公保重。寇珠不过是金华宫一名小小的承御侍女，竟然会有如此惊天动地的气度。陈公公，那寇珠后来究竟如何？寇珠虽然意志坚定，却令我一直忐忑不安呐。唯恐他熬刑不过，求死不能，而供出太子去向。于是每日前往金华宫打探究竟。见过陈公公。郭总管可在宫中？回公公，郭总管陪娘娘在御花园赏花呢。啊，这是皇上要咱家给娘娘送来的点心，娘娘回宫之后立即呈奉。是。哎，怎么拣这个时辰清扫？皇上随时可能驾临，
若是冲撞了圣驾，那还了得？回公公，是郭总管临时交代的。哦，为什么？昨晚有一名程昱撞柱自尽，留下了血迹，郭总管交代要立刻清洗。竟然有人在宫中自尽，那岂不是惊吓了娘娘？所以郭总管才陪娘娘去花园散心。你可知那名程昱是因何自尽的？啊，听郭总管说是思乡心切，想逃出宫去，被抓回来之后畏罪自杀。哦，她叫什么名字？寇珠。好一个忠心刚烈的奇女子！又是一条为了哀家而牺牲的无辜生命，哀家亏欠他们真是太多了。既然寇珠是自尽身亡，想必没有泄露太子的下落。的确如此。寇珠既然已死，他们自认天衣无缝，而狸猫换太子的阴谋永远也不会被揭穿，故而不再追查，这才使太子得以安然无恙地在宫中成长啊。只是如今，非但会揭穿30年前的谎言，他们更会因此而付出代价。陈公公，本府对此案的疑点均已厘清，多谢公公指点。咱家只要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旧案平反，奸人伏法，也就不枉此生了。届时还要请公公作证对质。臣您静候包大人传唤。宝琴，臣在。何时才是时机成熟？回娘娘，包拯今夜详拟对策，明日开始立即招讨，务必尽快还娘娘一个清白。奴婢郭槐告进。娘娘，您还没安歇呢？哀家怎能睡得着啊？娘娘，奴婢已有个万全之策，请娘娘宽心。哀家不知还能有什么办法，你说。李妃陈琳若不在人世，想必八王爷也不会旧事重提。如今他们两个都在开封府，奴婢派人今夜就去把他们两个斩草除根。陈琳进京您都拦不住，更何况开封府还有展昭在。那些江湖人早已离开了。一个展昭，他分身乏术，奴婢只要杀掉他们其中一个，他包拯就难以翻案了。若是刺杀不成，岂不反成了包拯的口实？那就连包拯一块杀。大人可是已有对策？寇珠、秦凤、于中，甚至于加上产婆尤氏，有4条人命牵扯其中。如今已不单是为娘娘平反，而是涉及无辜命案。本府明日一早立刻去见八王爷，开始侦办。
哪里走？大人，请留在屋里，不可出去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有刺客。站住！来是何人？有人进府行刺。老夫人放心，有我们在。老夫人，展大人就在门外，谁也休想闯进来。守住封门。是。你们绝没有机会得逞。什么人前来行刺？对象是谁？回大人，来了几十名黑衣人，分批往不同方向而去。他们的确是有备而来，目标应该是针对老夫人和陈总管。他们是要杀人灭口，让本府死无对证。快走！白玉堂在此，你们修中了调虎离山之计，去保护包大人，这里就交给我。走！你们还等什么？动手吧！谁？是我。大人，外地的情形如何？展大人和张龙、赵虎保护老夫人，白玉堂在府衙门口挡住刺客。你为何不带人前去助一臂之力？白玉堂担心刺客调虎离山对大人不利，属下已将衙役派驻在书房外。他们这是孤注一掷。你们这些拿钱办事的杀手，根本就是江湖败类。今天碰上我白玉堂，算你们倒霉。展宝不想多伤人命，你们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，或许还能免于一死。娘娘受惊了。哀家还好，可是他派来的人，刺客只是受雇的杀手，并不知道是何人主使。不会错，一定是太后指使的。否则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对我们下手呢？话虽如此，却无法证实。不过，可见太后对娘娘的身份已经不仅是怀疑，而是确认了。难道他在宫中看出了破绽？公孙先生可有看法？大人，学生以为，无论太后是如何得知娘娘的真实身份，派人拦路截杀陈公公于前，又潜进府衙行刺在后，再显示太后不择手段的意图，就是阻止大人揭发狸猫换太子的旧案。不错，倘若不尽快着手侦办，只怕会有更激烈的手段出现。
正事。娘娘，府衙之中有盏护卫与白玉堂，足可确保安全。明日，包拯与陈公公便去见八王爷。此案若想顺利侦办，彻底平反，非八王爷不可，否则恐怕更多的阻挠会如排山倒海而来。若不是有你在，陈公公只怕已遭人毒手。只要包大人不嫌弃我再次妨碍办案就行了。包大人早知道你会有所帮助，只是你并非官府中人，不便主动相邀罢了。哦，那包大人倒还看得起我白玉堂。不过你一个活口都不留，别怪我。就算留下了活口，也问不出是谁指使。他们都是拿钱办事的杀手，既不问出钱的是谁，更不管该不该杀。长得会点武功，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，这些人根本是死有余辜。毕竟还是一条性命，往后还是手下留情。哦，这有点不像江湖人的作风啊。是受包大人的影响吗？詹某曾经是闲云野鹤，仗剑江湖，快意恩仇，过得也是刀口舔血的日子。但认识包大人之后，对人命的看法已经有所不同。正如包大人所说，人命关天，这也是包大人断案判刑最在意之处。也许包大人认为人命关天，可是那指使行刺之人，恐怕就不这么想了。奴婢该死，没想到那帮杀手根本就没用。所以李妃和陈琳都好端端的活着。是，奴婢会再想法子。不必了。这几天哀家接连着梦见寇主，看来他是向哀家索命来了。或许当年哀家不应该为了争夺皇后的位置，干下那些昧着良心的事。如今报应终于来了。娘娘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不能因为李妃和陈琳的出现，或是包拯插手翻查旧案，就把这来之不易的皇后宝座轻易放弃呀。不放弃行吗？当然行啊，娘娘，你可别忘了，还有皇上啊。皇上？啊，皇上对娘娘像亲生母亲一样孝敬，别说是李妃陈琳，就算是寇珠死而复生，只要娘娘您和奴婢矢口否认，那皇上相信的毕竟还是娘娘啊。当年将李娘娘诈死，逃出宫去之事，瞒住王爷，实乃情非得已，还请王爷恕罪呀。本王又岂会料得到，其中竟会有如此的曲折。那秦凤与于中的义举，着实令人敬佩，却又令人扼腕。若非如此，又怎能保住娘娘的性命？他人求人得人，换得的是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不错。
那刘太后与郭槐，至今有以为天衣无缝，可以只手遮天，哼，却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李妃尚在人间。不，他们不但知道，而且昨夜还派人前往府衙，企图行刺娘娘与奴婢呀！什么？幸亏展护卫与白玉堂均在，娘娘安然无恙。真是岂有此理！他们竟然想杀人灭口，真是无法无天了。好，本王立刻进宫，向皇上说明一切。王爷请慢。包大人，你前番要本王忍耐，等陈公公进京之后再去面圣。如今真相已明，又何须等待？王爷，并非包拯要等，而是必须先与王爷商定对策。事实俱在，只要向皇上禀明一切，又何须对策？王爷，皇上始终自认是王爷亲生，若是直言相告，皇上又将情何以堪？包拯以为，还是循序渐进，婉转秉承较为妥当。不错，如果要他立刻接受，的确也太残酷了一些。此外，皇上仁厚孝敬，对刘太后敬之若母，如今却在一夕之间，太后竟成强害生母的罪魁元凶。面对如此局面，皇上势必难以承受，无法置怀。陈琳，奴婢在。皇上自幼进宫，便由你陪伴成长。依你之见，皇上将会如何呀？回王爷，生育之恩与养育之情对皇上同等重要。奴婢认为，除非是刘太后坦诚罪状，否则皇上是绝不会忍心降罪的。哼，要他认罪，谈何容易？王爷，若要拿郭槐认罪，却并非不可能。包大人是要从郭槐身上着手？正是。那郭槐做贼心虚，定然不肯由包大人传唤审讯。刘太后心知肚明，也绝不会放人。包大人又如何能让那郭槐认罪呢？包拯道理理解，只是必须陈公公协助才行。包大人，有用得到陈琳之处，尽管吩咐。若用此计，陈公公先得进宫面圣。亚父，坐。亚父，你是何时回京的？回皇上，奴婢昨日才进京。自从亚父告老还乡，朕总是不习惯，总觉得身边少了些什么。奴婢也是每日记挂着皇上啊。亚父回京是来看朕的？除了向皇上请安之外，奴婢也是受人之托。哦，有人托亚父回京办事？奴婢是受人之托，前往开封府向包大人告状的。告状？包拯可曾受理？包大人虽然受理，可却有爱难之处。
哦，包拯一向公而忘私，是什么样的案件让他也觉得爱难？奴婢家乡有一对老夫妇，他们的女儿寇珠自幼进宫，充任宫娥，20年前无端于宫中亡故，老夫妇哀痛莫名，领回遗体，却未获宫中抚恤补偿。如今年事已高，无力谋生，知道奴婢曾任职宫中，特央人请托，奴婢碍于情面，只得应允呐。既然是20年前的旧事，亚父为何当初不提出来呢？回皇上，乡野村民无知无识，既不敢告诉，又投诉无门。如今若非生活所迫，也不会旧事重提，请奴婢帮忙了。此事倒也好办，只要包拯查明属实后行为内侍省，自可按规例补偿。包大人也是这么说，可是要查明属实，却需传唤人证，包大人就难在这儿。哦，难道内宫不肯配合？倒也不是，只是当年寇珠隶属金华宫，如今郭公公已随太后娘娘转任至仁寿宫，总管后宫。包大人担心郭槐不会为如此琐事前往开封府应讯。嘿，包拯何时变得如此诸多顾虑？宫人家属既有需要，郭槐理当协助调查，去一趟府衙又如何？只恐太后那边……母后一向讲理，要不朕命人前去通知郭槐，要他依包拯传唤前往府衙如何？谢皇上。亚父回京住宿何处？要不还是回宫里住吧，这样朕也可与亚父多做亲近。回皇上，奴婢既然受托前来告状，还是住开封府较为方便。一旦了结此案，立刻进宫服侍皇上。好，朕就等你入宫。奴婢遵旨。大人妙计，皇上下旨，郭槐他不敢不来。他要是来了，咱家倒要听听，他还能有什么说辞？郭槐虽然不敢不来，本府也的确会将狸猫换太子一案提出审讯。但若郭槐矢口否认，却也不能就此定谳，仍需设法取得他的供状。包大人有把握让他招供吗？如今言之过早，还待静观其变。要你去开封府应讯，皇上怎会下这样的旨意？都是那陈琳使的小计，让皇上误以为只是让奴婢去做个见证。什么见证？证明寇珠当年乃是在宫中身亡。寇珠？娘娘放心，那陈琳只是假借寇珠家属请求抚恤补偿之名，奴婢就成全他，交内侍省拨点银两就可以结案了。难道包拯不会利用此案牵扯出当年旧案吗？娘娘请放心，奴婢自有办法让他包拯白费心机。不，包拯人称青天有名的断案如神，你不能去冒险。哀家去见皇上，请他收回成命，免除你去开封府应讯。娘娘不可。有何不可？奴婢若是不去，那岂不显得心虚？包拯势必就会借机大做文章，借题发挥，甚至
在皇上面前扯出旧案来，你反倒顺了他们的心意呀。倘若你去了，难保不会陷入包拯问案技巧，落入圈套的。娘娘，奴婢自会掌握分寸。一旦包拯提及狸猫换太子一事，奴婢就会矢口否认，任他包拯如何断案如神，也难从奴婢口中套出半句话。倘若他对你用刑，受刑不过，你必定还是会招供。娘娘，包拯他一向以清官自诩，而不耻于动辄滥用3目之刑的酷吏，奴婢相信他不会动刑的。若是他一反常态，真的用刑，你又当如何？他若是严刑逼供，奴婢事后也会翻供，依旧让他白忙一场。哀家还是难以安心。娘娘，奴婢去开封府应讯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倘若娘娘还不能安心的话，这入夜之后，奴婢若是还没回宫，娘娘再去向包拯要人也不迟啊。好吧，你自己要当心。谢娘娘关心。既然是非去不可，就别让包拯小觑了你。带着后宫的卫队同去，也好壮壮声势。是。少时郭淮必是有备而来，要想从他口中取得供词，绝非易事。不知公孙先生有何看法？若非皇上下旨，郭淮必不肯前来。错过了这次机会，若想再传他，恐怕难上加难。若依学生之见，又在必要之时，大人不妨考虑用刑。不，用刑逼供乃是下之策，即便因此取得供证，也难以服人。再者，用刑腐烂，往往造成冤案。开封府乃是金鸡要地，又岂可助长此风？大人，请恕学生直言。所谓通权达变，面对如郭淮之辈如此重大之案，若不用刑，恐怕无法让他俯首认罪，令案情真相大白。正因为郭淮并非一般的刁民恶吏，狸猫换太子一案更非一般刑案，所以更要谨慎，稍有不慎，必生争议。轻则难以平反，重则动摇国本。公孙先生，你我必须绞尽脑汁，另谋良策，让那郭淮伏法认罪，而不能依仗3目之刑受人口实。是，学生明白。大人，包大人传召，有何吩咐？本府今日有一重大案件待审，审得清，则可平反义庄冤案；若审不清，恐连本府都将遭到牵连，难以幸免。故而急需您2人鼎力相助。白玉堂本非官府中人，本府不便透露案情。包大人不必顾忌，白玉堂不需要明白案情，大人只需要交代我干什么即可。好，老夫人的安危就由你来负责，若有其他需要，再知会于你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属下要做什么？郭淮此来，若不能让他俯首认罪，将永无第2次机会。因而，一旦郭淮进府，
本府必将问个水落石出，否则不会让他出府。属下明白。展护卫还要确保，在审讯期间不能有任何外人入府干扰。大人放心，属下保证将开封府变成铜墙铁壁，滴水不漏。公公请。压轿。站住！来者何人？咱家是后宫的郭总管，他们是后宫的卫队，你难道看不出来？请稍后，等待通报。岂有此理！咱家是奉圣旨而来，岂能在这里等什么通告？郭总管，久违了。展会。展会。郭总管奉旨而来，怎可怠慢？是，郭公公，请。慢着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他们是后宫的卫队。包大人可曾传讯他们？他们是咱家的随行卫队。詹某明白了，原来公公奉旨而来，乃是传宣皇上旨意的。不，咱家是奉旨前来包大人的公堂应讯的。既是前来应讯，依府中规定不得有闲杂人等随行，还请郭公公包涵。你们就在外面等候公公吧。展护卫，后宫有后宫的规矩，衙门也有衙门的规矩。若是郭总管无人随行就不入府，詹某也不敢强人所难。请回吧。哼，咱家既然来了，岂有回宫之理？你们退下吧。是。郭总管，请。不敢。展会。郭公公亲临开封府，协助本府审案，在此谢过。好说，包大人既然用得着咱家，咱家怎能不来啊？只是，如何？陈公公为了一点小事就惊动圣上下旨，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？郭公公言重了，咱家只是向皇上请安了。皇上问起为何进京，咱家岂敢隐瞒？至于皇上是否下旨，郭公公是否愿来，那就与咱家无关了。哼，你明知咱家若是不来，就是有抗旨之罪，又何必故作姿态呀？如今郭公公既然来了，又何必多做计较？再者，既是昔日宫人家属来告，郭公公于情于理
都该施以援手，助其脱困。不知郭公公以为然否？那是当然，咱家就是为此而来呀。本来就不该惊动皇上下旨啊。那好，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相关事政可曾齐备？回大人，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待大人升堂了。且慢，郭公公可有见教？包大人，虽然是20年前的旧案，咱家也会证明确有其事。只要开封府行文内侍省，咱家要他们拨款抚恤慰问家属，即可结案。包大人就无需再升堂审讯了。郭公公此言差矣。凡事没有规矩，何以定方圆？若不经过堂训，如何立案？如何成案？又如何结案？本府向来依法行事，又岂能私相授受，草草结案？这稍时公堂之上自有堂规，为厘清案情，恐有失礼得罪之处，还请2位公公不要见怪。包大人，公堂之上所言皆是公事，咱家自然绝无异议。咱家既然是应讯前来，那当然是应该由包大人说了算。那好，既然如此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在，传令升堂。是。本府今日审理的，乃是20多年前宫中一桩旧案。前内侍省首领太监陈琳，受苦主家属委托，是为原告。后宫太监总管郭槐列为被告。包大人，咱家是前来应讯作证的，这如今却怎么成了被告？苦主寇珠当年身亡之时，任金华宫承御之职，当时你乃是金华宫总管，自当列为被告。包大人，原告未必有理，被告未必有罪，你又何必担心？公堂之上，一问一答都有记录。2位既是原告、被告身份，本府不用官称，而直呼其名，还请担待。陈琳，包大人，你状告何事？仔细说来。多年前，金华宫承御寇珠无端身亡，金华宫却未依公例慰问家属，发放恤金。如今寇珠父母年迈贫苦，难以为生，委托咱家状告金华宫，请求补发恤金。郭槐，包大人，你可有说辞？包大人，
当年寇成玉乃是自尽身亡，因此位于抚恤。如今家属状告杂家，也不急于刁难，退堂之后立即补办补发就是。当年那寇珠是因何自尽？包大人，这已是20年前的旧事，又何须再提？如今杂家已经答应立即补发恤金，包大人即可结案，就不必再细问了。不，恤金虽是由后宫发放，却也是民脂民膏，朝廷公堂。当发就发，不当发，又岂可胡乱发放？若是不能问明缘由，本府又如何结案？包大人啊，郭槐，那寇珠究竟是什么原因自尽身亡？包大人啊，这些陈年旧事，杂家本不想再重提。既然包大人执意要问，杂家也就只好实话实说了。当年寇珠不耐宫中寂寞，思念家人，竟然逃出宫去，却被抓了回来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！后宫戒备森严，你当真就以为能逃得出去吗？啊！现在倒好，被抓了回来，你让杂家怎么办呢？公公，寇珠实在是太思念家人了，请公公大发慈悲，让寇珠回去吧。宫门深似海，入得出不得。不到年迈退休，谁也休想离开，就连杂家也不例外。杂家就是想帮你，也帮不上啊。寇珠实在是不能再待在宫中了，否则一定会发疯的，请公公成全。侯主啊，杂家实在是爱莫能助啊，你就尽量忍耐些吧。这2天，杂家也不怕你差事，你好好休息啊。这一回逃宫之罪，杂家也不再追究，你要好自为之啊。公公，寇珠已经不能再忍了。公公如果不帮我离开，你打算如何？我就不活了。哎呀，寇珠啊！可怜呐，一条年轻轻的生命就这样香消玉殒了。杂家实在是不想再提呀。郭槐，你简直是信口雌黄！陈琳，本府问案，不得任意开口。郭槐，倘若你所言属实，为何本府派人遍查当年进宫门卫日志，却并无寇珠潜逃出宫被捕纠办的记载？包大人查了门卫日志，本府审案之前当然要查。回本府问话。当时杂家唯恐坏了金华宫的声誉，刘妃娘娘，也就是当今太后，一向最重公誉，杂家是怕被责罚，所以要求门卫隐瞒不报。是吗？倘若包大人因此而追究杂家失职，杂家坦诚不讳，只是该由内侍省惩处，这开封府似乎就无权干涉吧。不错，本府的确无权干涉。然而，那寇珠身亡之后，遗骸却必须送出宫去，交开封府验尸定验。本府直司开封府府尹，恰恰有权干涉。公孙先生，
是。历年来，开封府文书案卷均有归档移交。经查，金华宫程昱寇珠，乃是因为头骨遭撞击破裂，流血致死。那的确是他自己撞的。郭淮，目前并无人认为寇珠是他杀，你又何必急于解释？是咱家多言了，包大人勿怪。公孙先生说下去。是。验尸单上明白记载，尸身上有多处外伤，疑似遭皮鞭抽击所致。显见死者在生前曾遭人施以鞭刑。哦，包大人，这寇珠身上为何出现鞭痕，咱家实在不知啊。或许是旧伤痕招仵作误判所致啊。就你适才所述，当年你非但未曾责罚寇珠，甚至对他安慰有加，更遑论对他用刑了。的确如此，包大人明鉴。启禀大人，尸单上还另有记载。说。是。从血渍的情形以及伤口来研判，仵作断定，鞭伤与头骨破裂致死，乃是同一时间造成。不可能！郭淮，本府倒要听听你作何解释。包大人，咱家的确没有对他用刑，或许是仵作验错了。你或许不知官府中的规矩，本府不妨告知于你：仵作验尸程序周密，除仵作本人，还需有相关衙差从旁见证，签押为凭。入殓之前，更有他人复验，一切无误之后，方可结案。其所以如此繁复，原因无他，只因人命关天。你说仵作验错，本府却可断言，在经济重镇的开封府，几乎全无可能。包大人，适才，你为何要言谎？你为何要对寇珠施以酷刑？他可是受刑不过，宁可求死。你又为何要以酷刑将他逼死？凡此种种，原因究竟何在？你若不将当年情形照实说来，休怪本府不讲情面，依法论罪。包大人啊，这事隔20多年，咱家实在是记不清啊。可是咱家的确没有说谎啊。当年寇珠是因思念家人，潜逃出宫，咱家何必对他用刑，更何必逼他自尽呢？哼，那寇珠究竟是自尽，亦或是遭人杀害，尚未可知。你如何证明寇珠是思念家人而宁可自尽？包大人若是如此说，那么咱家也想反问包大人，如何证明寇珠他不是思念家人呢？很简单，当年那寇珠入宫之前，根本是个孤儿，何来家人思念？哼！本府诈称寇珠家属为抚恤赔偿上告而将你迎来。本府真正要审要查的是，你为何要对他严刑逼供，置他于死？你竟然设计咱家！咱家立即回宫，请太后娘娘做主。站住！
今日你来得去，去不得。包大人，难道你想把咱家强行扣住？即便如此，又有何不可？哼！包大人，你可别忘了，咱家可是后宫的总管，要动咱家，你得先问问太后娘娘。郭槐，若你以为搬出太后就可让本府却步，那就大错而特错。如今你乃是本府审理侦办的杀人凶犯，本府依法将你扣押，便是在皇上面前，本府也毫不退缩。你还想心存侥幸不成？包拯，你来人呐！在，将那嫌犯郭槐押入大牢，严加看管，听候本府再审。是。郭槐郭总管应包大人之邀，留在府衙继续聆讯。你们可以先回去了。包大人，为何不继续审下去啊？郭槐在应答之间，显然是有备而来。关于寇珠自尽身亡一事，更是早已设下说辞，可见此人刁钻沉稳，兼而有之。若是逼问狸猫换太子一案，必定无功而返。大人将他以杀人嫌犯关押在大牢之后，采用的乃是攻心之策。一旦他身陷困境，或有可能慌乱失措，从而突破其心防，促其认罪。哦，此举能有效吗？当然有，然而却要请陈公公辛苦一趟。包大人要咱家做什么？本府要请陈公公去大牢探监。公公请。嫌犯就关在这儿。老头，你们先出去，让咱家和他单独谈谈。是。走吧。郭槐，你没想到也会有今天吧？哼，你不要得意的太早，迟早包拯他得放我出去，到时候你再看看，到那时是谁在得意。可惜你恐怕是出不去了。你凭什么说我出不去啊？凭你是害死寇珠的凶手。寇珠分明是撞柱自尽，谁能证明我是凶手啊？如果你不把他自尽的真正原因说出来，谁又会相信你？呀，陈琳呐，陈琳，我看你是白费心机了。此话怎讲？
你在皇上的面前编造谎言，把我骗了。包大人又煞有介事的升堂审问，这目的不就是想变着法儿的把话从我口里套出来吗？哼！你想我会开口吗？啊！包大人又煞有介事的升堂审问，这目的不就是想变着法儿的把话从我口里套出来吗？哼！你想我会开口吗？啊！从你口中套出什么话来？哼！彼此心照不宣，你又何必佯装不知啊？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把话说明白。当年狸猫换太子，逼死寇珠，诬陷李贵妃的来龙去脉，点点滴滴，包大人都已查明。你若不据实供认，包大人是不会放你出去的。哼！只要我矢口否认，他又能奈我如何呀？他既然知道当年的来龙去脉，就更该知道太后娘娘是绝不会让他为所欲为的。哼！一旦太后插手向他要人，他敢不给吗？倘若在太后插手之前，包大人就把你作为害死寇珠的凶手予以处斩，又当如何？陈琳，看来你对包拯的了解还远不如我呀！一个公正廉明的包青天包大人，他岂会在无凭无据的情形之下将我处决啊？哼！这就叫做君子可以妻之有方啊！不会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你的所作所为，终有一天会遭天谴。30年来，你扪心自问，可曾高枕无忧？午夜梦回之际，你难道能问心无愧？那些因你而惨死的冤魂，可是夜夜前来向你索命。引火自焚的那个冷宫总管秦凤，为李娘娘替死瞒过你验尸的于忠，还有那忠肝义胆舍身全意的寇珠，无刻不在你脑海中出现。纵使你躲过杨氏的惩治，却难逃阴间的制裁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！寇珠、秦凤，还有那个什么于忠，都不是我杀的，他们不会来找我索命的。可是他们都是因你而死。或许如你所说，包大人不会将你处死，但是却会将你关押在此，直到你认罪。或许在这暗无天日的牢房里，那些冤魂就会来找你索命。包拯他关不了我多久，只要入夜之后我还没有回宫，太后娘娘就会降旨要人的。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。回来，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他竟然料到本府在无凭无据之下不会将他处决。大人，倘若他有如此想法，恐怕就不会因心生惧怕而招供。大人还需另觅他法才行啊。不过郭淮虽刁钻狡猾，却深信鬼神之说，
咱家提及寇主的冤魂会来向他索命，似乎他颇为在意。或许这正是治他之法。鬼魂之说，乃是渔夫迷信所致。那郭怀怎会相信若此啊？大人，举凡心胸坦荡、行为端正之人，纵使信那鬼神之说也无妨。诚如圣人所云：“敬鬼神而远之。”反之，若是心术不正、伤天害理之辈，自然就会心生畏惧了。包大人，郭淮所言，他入夜未返，刘太后便会降旨要人，这不得不防啊。公公无需担心，本府已有万全准备。哦，包大人已经将郭淮关押在开封府大牢了。正是。好，以包大人断案之能，那郭淮，不招也难。回王爷，大人却担心不能顺利审讯。这却为何？入夜之后，郭淮若未回宫，太后将会降旨进府，要求放人。那如此一来，岂非前功尽弃了吗？孤儿大人命展昭前来，请王爷务必亲往开封府走一趟。包大人要本王去？大人说，若要对抗太后遗旨，非八王爷亲临不可。好，本王明白了。郭公公，请用点酒菜。哦，你们开封府大牢竟然会准备这么丰富的酒菜给犯人？不，这是小的特意准备孝敬公公您的。你为什么这么做呀？小的在这儿任职多年，一直没有机会升迁，小的相信公公您很快就会放出去的，还请公公多多提拔。那是啊，天黑以后，咱家自然会出去。哎，我说，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天黑没多久。公公，请。公公，这回可以放心喝了吧？公公，好，咱家记得你了。等咱家出去之后，定会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谢谢公公，谢谢公公，请。娘娘，
来人呐！娘娘，起来吧。是。郭总管回宫了吗？回娘娘，还没有。随行的卫士可有人回来？都回来了，说是包大人还要留着郭总管在那儿继续审讯。这包拯他真敢！去开封府传哀家的懿旨，要他们立刻放人。遵旨。你是来要人的？啊，奴婢啊，是奉太后懿旨来接郭总管回宫的。本王在此做主，将郭淮留下，一切回宫去吧。奴婢可是奉了太后的懿旨啊！大胆！奴才竟然顶撞本王！奴婢不敢，只是回去接不回郭总管，无法向太后交旨啊。好，本王就让你回去有个交代。展护卫，先皇御赐金简在此，所到之处有如先皇亲临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本王在此待先皇降诏，郭淮留在开封府听审，不得阻挠。奴婢遵旨。若非王爷亲临，请出御赐金简，包拯只怕不得不将那郭淮释回。包大人总算有用得着本王的时候了。包拯不敢。刘太后必定不肯善罢甘休，甚至会惊动皇上。不妨事，本王就留在这开封府，直到包大人取得郭淮的供状。多谢王爷。不，这是朝廷的大事，也是我赵氏家族的大事。本王又岂能置身于事外呢？启禀大人，学生已经全部安排妥当了。好，请王爷与陈公公在厅中稍坐，包拯这便去取那郭淮的供状。包大人打算？王爷，包大人打算夜审郭淮。哦。夜审，不错，立刻随我们去公堂。哼，包拯是怕太后娘娘派人把咱家接回去，所以才急着夜审。你别做梦了，后宫派来的人已经被请回去了，你没指望了。那为什么要夜审啊？难道郭公公就没有听说过吗？包大人日审阳，夜断阴。哼，那是市井传说。难道他真的能通鬼神啊？哼，那当然，我在开封府可见过多少次了。废话少说，快走吧。快走！
郭淮，20年前，你任金华宫总管之职，买通产婆尤氏，以狸猫换取太子，大称玉成宫李贵妃产下妖孽，指使程昱寇诛，掐死太子，埋藏金水桥下，意图使刘贵妃之子入主东宫。凡此种种，你可承认？包大人，咱家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，我凭什么承认呢？住口！那寇诛良心未泯，不肯与你沆瀣一气，同流合污，暗中将太子送出宫去，你却对他施以酷刑，追问太子下落。寇诛凹刑不过，处处身亡，难道你也不知情？哼，包大人啊，所谓人死无凭证，就算你包大人指证的都属实，但是你可有人证啊？哼，本府如今夜审于你，便是让你无法交代。本府虽无人证，却有鬼证。寇诛何在？冤魂寇诛，叩见包大人。郭淮，你可认得他？他才是寇诛！啊不，他不是寇诛，寇诛已经死了。他一定不是寇诛。哼，是与不是，待本府问过之后，你自会明了。寇诛，寇诛在。当年那郭淮是如何要你将太子谋害，又是如何对你严刑逼供，逼问太子下落，你且一一说来。是。李娘娘临盆之时，郭淮串通产婆尤氏，以剥去皮毛的狸猫替换出生的婴儿，要寇诛将婴儿装在竹篮之内，带离玉成宫。郭淮要寇诛将婴儿掐死后，埋在金水桥下。寇诛见小太子纯真无邪，睡相香甜，心生不忍，于是决定违抗郭淮之命，寻人帮助。寇诛，当时你可是将小太子交与陈琳带出宫去？是。寇诛向郭淮谎称已听命将婴儿埋葬，郭淮没有怀疑，并未追究。郭淮，你可有话说？是，他一定是听陈琳说的，他才真的不是寇诛啊！陈琳香才来作为证据啊！你且继续听下去。寇诛，既然那郭淮并未追究，却又为何在对你施以酷刑，追问小婴儿的下落？回包大人，李娘娘被打入冷宫之后，寇诛明知她是遭郭淮陷害，却不敢明说，更不敢透露小太子的情形。你为何不说？寇诛唯恐说出实情，小太子假死，会被郭淮发现。
你说下去。寇珠只能偷入冷宫，对李娘娘言语安慰，谁知竟被郭槐得知。寇珠虽搪塞其词，郭槐却对小太子之事起了疑心。然后呢？郭槐逼问尸骸埋藏之处，寇珠只得胡乱指点。郭槐竟派人将金水桥下遍地挖掘，遍寻不着之后，便对寇珠严刑逼问。寇珠谎称慌乱之中记忆不清，郭槐不予置信，继续用刑。寇珠唯恐受刑不过，说出太子下落，只得撞柱身亡，以死明志，让他们误认寇珠所言是实。这件事情，你怎么会知道啊？你抽在我身上的鞭痕犹在，我撞柱身亡的血迹未干。你虽然派人刷洗金华宫的殿柱，却洗不尽你心中的梦魇。如今寇珠要借包大人夜审阴司之变，向你索命，以解我20多年的心头之恨。郭槐，还我命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啊！还我命来！郭槐，包大人啊！你寇珠，阴阳末路，人鬼殊途，你不可接近生人。包大人，寇珠要将郭槐带到阴间，交由阎王处置。不，那郭槐既在人世，就该由阳间的律法制裁。郭槐，包大人，你可先不要他过来呀！啊！制裁寇珠所言，你可认罪？认，我承认呐。可那些事情都是刘娘娘的主意啊。是否如此？本府自会追查。既然你已认罪，公孙先生，学生在，让他画押。是。我画呀！来人呐！在！将郭槐还押大牢，听候宣判。是。包大人果然高明，郭槐如此狡诈，还是难逃法网，签下了供状。惭愧，包拯向来不信鬼神之说，如今却要假借鬼神之名，让那郭槐认罪伏法。那是郭槐咎由自取，若不是他多行不义，又怎么会疑心生暗鬼呢？陈公公所言极是，倘若他光明磊落，毫不心虚，便是扣诸鬼魂，当真出现，也全然无惧，又岂在乎装神弄鬼呀？那名假扮寇珠的女子，她来自何处？又怎会让郭槐如此深信不疑呢？那全仗着公孙先生巧妙安排。回王爷，学生是由京城优人戏子中挑选一名颜貌体态与寇珠较为相似之女子，再根据当年仵作验尸单所描述的，为她稍作易容装扮，并以假写图面。那又怎么能让那郭槐认不出来呢？学生事先安排，命牢头送酒菜给郭槐。大人夜审之时，郭槐已有5分酒意。同时，学生并令牢头宣称，
大人有日审阳、夜断阴之能，再加上公堂之上昏暗不明，那郭淮心中忐忑之际，自是无法辨认。话虽如此，一旦言语交锋，旧事重提，那女子又如何应付？王爷，那就非奴婢不可了。哦，你也参与其中？奴婢将当年寇珠所言一一转述给那女子，并提示寇珠的言谈举止，让那女子学习。郭淮又岂能分辨呢？若不如此，郭淮不会轻易落入圈套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寇珠在受刑自尽之前，会与陈公公通过信息。如今有了郭淮的供证，咱们就立刻进宫面圣吧。王爷不急着进宫，倘若包拯所料不差，皇上应该很快就会主动宣召。母后，皇上来了。母后夜半不眠，命人召儿臣来，是为了……其实也没什么，哀家睡不着，想看看你。那安神露不是可以助眠吗？母后何不服用？八王爷不是说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吗？母后，您可是心中有事啊？哀家只是在回想这一生的点点滴滴。来，你坐下来说。是。哀家14岁，以才女之名被选进宫来，和后宫所有被选来的女子一样，过着宫墙内与世隔绝的日子。直到被先皇宠幸，身为贵妃，才见到了天日。后宫佳丽3000，其实却耽误了多少女子的青春啊！不仅如此，在后宫争宠是时有所闻的事，彼此勾心斗角，貌合神离。只有一个人和哀家情同姐妹，相互扶持，可是他却被打入了冷宫。母后说的可是那位葬身火窟的李贵妃？你知道她？她就是幼年时儿臣误闯冷宫遇见的那位。母后还记得她给儿臣的玉佩吗？记得。母后，她究竟是为什么被先皇打入冷宫的呢？在后宫，一旦失宠，可以有千百种的理由。母后说的不错，所以儿臣才要郭淮废除冷宫，重修宫院。无论如何，母后要比他幸运的多了。不错，陈皇后去世之后，母以子贵，哀家被先皇立为皇后。可是太子却在6岁那年不幸染病身亡。母后不要难过，母后虽经丧子之痛，可是还有儿臣孝敬。如今贵为大宋朝的皇太后，那些不愉快的日子是不会再来了。可是哀家比
竟不是皇上的生身之母。哀家最担心的是，倘若有一天，哀家与嫡娘娘之间有了无法化解的冲突，皇上会如何？母后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哀家只是打个比方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皇上会如何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儿臣必定会痛苦万分，左右为难。生育养育实在难分轻重。不，儿臣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。有皇上这句话，哀家心里也就舒坦多了，至少不会一个人在这儿胡思乱想。郭槐为什么不在宫中伺候母后？不提也罢。怎么？他还在开封府接受包大人的审讯呢。哦，包拯怎么会留他到半夜？可曾派人去询问？没有用的，连哀家下旨要开封府放人，都被打了回来。什么？包拯竟敢抗旨？倒不是包大人抗旨，而是八王爷。父王？父王去开封府干嘛？八王爷不但在开封府，而且以先皇御赐金剑挡回了哀家的旨意。皇上派人前来下旨，要大人连夜进宫。果不其然，展护卫，皇上只宣包大人一人进宫。回王爷，正是。挡回太后懿旨，留下郭槐的是本王。皇上为何不宣本王和包大人一同进宫呢？想必是皇上不便与王爷父子相争，召包拯进宫，皇上才好问明实情。王爷，包拯此去会将此案实情禀奏皇上，不知王爷是否同意？也罢，是该到了让他明白真相的时候了。好吧，本王立刻回府，若有需要，本王立刻进宫。多谢王爷。什么？郭槐招供了？是。包拯已将他关押大牢，娘娘的冤屈已经可以确定获得平反。好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宝琴，臣在。哀家什么时候能够见到皇上？臣奉旨连夜进宫，会将全案实情向皇上禀明。娘娘请等候包拯回禀。哀家就等你回来。娘娘今夜尚未诊治，请容学生为娘娘施针。好，好。娘娘小心。哀家真希望眼睛能够立刻复明，亲眼看见皇上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郭槐去开封府只是作证，你为何不让他回宫？回皇上，郭槐涉及一桩重大阴谋，
犯下重大刑案，臣乃是依法关押。岂有此理！无论他犯下何等重罪，太后遗旨既已下达开封府，你怎敢抗旨不遵，拒不放人？甚至还要父王请出先皇的御赐金简。皇上可知，八王爷从不干涉朝政，亦不曾插手任何案件。先皇御赐金简，更从未请出动用。朕当然知道，能让八王爷请出御赐金简，绝非一般刑案。更何况，此案还与八王爷自身有关。什么？与父王有关？郭槐所涉之案，关乎后宫争斗、皇室秘辛，故而八王爷必须出面，包拯不敢放人。竟有此事！郭槐供状在此，请皇上御览。娘娘觉得如何？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想必你就是公孙先生。薛仁正是公孙策。想必你就是展护卫。恭喜娘娘双目复明。公孙先生的医术可真称得上是华佗在世啊！不敢当娘娘谬赞。娘娘双目出狱，还请尽早安歇吧。不，哀家要等包大人回来，哀家要立刻进宫去见皇上。包拯，这供状之上所言可是真的？回皇上，千真万确。那郭槐所作所为，正与太后有关。臣敢请皇上屏退左右。你们都退下。遵旨。你说，回皇上，当年狸猫换太子一案，太后便是主谋。放肆！
你竟敢在朕面前污蔑太后！臣据实禀奏，绝无半句虚假。当年，太后与丽仪贵妃同怀龙种，先皇许诺，生下太子便册立为皇后，位图大位，太后方才出此下策。否则，那郭槐不过是一名太监阉人，又怎敢犯下如此大逆不道、惊天动地之案？那金华宫程昱寇诛，因此撞柱自尽了。正是。郭槐当堂画押，坦诚罪状，此案已成定案。然而，在这供状之中，并未提及寇诛他舍命救出的婴儿，下落何方啊？回皇上，寇诛将婴儿交给了陈琳陈公公，藏在宫盒之内，夹带出了后宫。啊，然后呢？这……难道那婴儿未能逃过此劫？不，婴儿安然无恙，被送进了南清宫八王爷府。什么？那如今婴儿安在？八王爷以皇子之名，将婴儿留在王府之内抚养。且慢，算起来那婴儿与朕同庚，朕只有长兄，并无幼弟，何来以皇子之名留在府中抚养之说？臣斗胆，那历劫重生的婴儿，正是皇上。你说什么？当年八王妃狄娘娘也同时有孕在身，却不幸早产夭亡，而且未及呈报。八王爷深知此案兹事体大，为掩人耳目，才假称皇上是狄娘娘所生。朕分明是父王亲自选入宫中，立为太子的。包拯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不可胡言乱语。臣绝不敢胡言。八王爷如今正在王府之中静候，皇上可宣召王爷进宫，当面询问。如此说来，朕幼年之时在冷宫遇见的那位娘娘，竟然是朕的生母。正是玉成宫丽仪贵妃。她是在冷宫失火之时葬身火窟的。不，是先皇下旨赐死。她已被打入冷宫，为何还要将她赐死？当年，娘娘与皇上巧遇之后，八王爷命陈琳将皇上身世告知娘娘。自此，娘娘夜夜焚香，为皇上祈福。谁知却被郭槐得知，而刘太后更借此向先皇诬告。诬告什么？诬告丽仪贵妃以邪术诅咒先皇，先皇大为震怒，于是下旨赐死。啊，你是说他是因太后而死？皇上，刘娘娘是为了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。然而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李娘娘必死，
而却未死。此话怎讲？陈琳奉旨赐死，不忍执行。太监于忠舍命泉中，自请替死。人工总管秦凤自焚灭迹，瞒过郭淮，娘娘方得死里逃生，远离京城。他如今人在何处？皇上可还记得包拯那位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？你是说，朕在仁寿宫遇见的那位老夫人？皇上，那位双目失明的老夫人，正是当年的丽仪贵妃，皇上的生身之母。那失明双目，就是因为思念皇上，终日以泪洗面，而活活哭下。如今，皇上对当年狸猫换太子一案的前因后果均已明了，臣恳请皇上下旨，追究刘娘娘之罪，迎李娘娘进宫。包拯，你李娘娘如今正在府衙之中翘首等候包拯回禀。你让朕再想一想。皇上可是不信包拯之言？朕不是不信，只是太后对朕有20年的养育之情。皇上此言差矣。刘娘娘虽对皇上有多年养育之情，李娘娘却对皇上有10夜怀胎之恩。郭淮所犯罪行，你尽可依法惩处。我皇家之事，你就不要再插手管了。皇上念养母之恩情，而置生母于不顾，传之天下，岂不让黎民百姓斥为不孝？包拯天威人臣，又岂能不闻不问？住口！包拯，你不过是小小的开封府尹，是谁给你如此大的权限？朕不让你管，你就不准再管。来人呐！在。将包拯轰出宫去。遵旨。皇上将你赶出宫来，包拯惭愧，未能劝谏皇上，立即迎李娘娘进宫。不，这怨不得包大人，不过也怪不得皇上。王爷，乍闻身世之谜，任何人都无法承受。给皇上一点时间，他会想明白的。倘若皇上所想不如王爷预期，又当如何？届时，本王自会出面。如今却难在如何面对李娘娘了。谁也无法面对，只有包大人委屈担待了。大人已将全案禀奏皇上了。郭淮可由本府依法处断。那太后和李娘娘呢？詹护卫在。如今郭淮已被关押，娘娘的安全也已无虞。
就让白玉堂先回陷空岛。他毕竟是个江湖人，不让他知道此案的内情比较好些。大人要他戴罪立功，为何不带他进宫面圣？暂且不要，待此案所引起的余波平静之后再议。是。大人，皇上对此案可是另有看法？公孙先生果然心思缜密，本府就知，绝对瞒你不过。皇上的确对是否追究太后之罪，是否立刻引李娘娘进宫，尚有所犹疑。皇上怎可如此？既然已知娘娘身份，就该立刻接她进宫，善尽仁子之道。无论任何原因拖延，就是不孝。皇上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或许对皇上而言，生育养育同等重要，而难以取舍。既是皇家恩怨，外人也就难以智慧。公孙先生，请恕展昭不能苟同。仁子孝亲，天经地义。无论是皇上或是平民百姓，岂能有所不同？倘若身为皇上便能不遵孝道，又将如何教化万民？展护卫言之有理，本府定会向皇上据理力谏。然而，此刻却必须向娘娘回禀，倒让本府颇觉无奈。可怜李娘娘，方为双目复明而喜，如今却要什么？娘娘双目复明了？宝琴的形象面貌与哀家心中想象的很是接近。臣恭喜娘娘重见光明。哀家的喜事不只是这一桩，能够重见光明固然可喜，能够亲眼看到朝思暮想的皇儿，那才是真正天大的喜事。宝琴，臣在。哀家何时能够见到皇儿？夜色已深，皇上出宫恐怕多有不便。那好，既然皇上不便出宫，那你带哀家进宫如何？娘娘还是等到天明之后。宝琴，你素称刚直耿介，不善言谎，哀家要你照实说，可是皇上不肯认我。不，皇上绝无此意，娘娘万勿误会。既然皇上肯认我，依人之常情，他就该立刻前来见我，为何还要拖延？娘娘，皇上从来没对自己的身世怀疑过，如今突然发现真相竟是如此，必定会矛盾不安，所以……好了，公孙先生，你不必安慰哀家，哀家心中明白。哀家已经累了，你们都回去歇着吧。
我以后真的要当皇帝吗？可不可以不要做皇帝啊？不可以。不过你可以选择做个好皇帝呀。怎么才能做个好皇帝呢？要仁慈，要孝顺。仁孝这2个字如果做到了，就会是个好皇帝。我是个好皇帝吗？哎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皇上会如何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儿臣必定会痛苦万分，左右为难。生育养育，实在难分轻重。儿臣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。唉。白玉堂回去了，属下要他回献空岛等候通知。娘娘可曾安歇？没有，娘娘枯坐房中，不言不动。唉，难为她了。大人，展昭有一言，不吐不快。你说。娘娘历经千辛万苦，忍受无比煎熬，如今总算可以平反，皇上却多有顾忌。展昭想尽娘娘心中之苦，已忍无可忍。展护卫，公孙先生，本府要听展护卫说下去。展护卫若是不忍，又当如何？倘若展昭人在江湖，必定立刻闯入进宫，将皇上带来府衙，要他当面向娘娘谢罪。然而展护卫如今却不在江湖。请恕展昭之言，倘若皇上如此不通人情，不分黑白，展昭这御前4品带刀护卫不做也罢。展护卫千万不可！展护卫，说得好。大人，展昭果然不愧为展昭，毕竟不同于一般。慢说展护卫心生不平，便是本府也绝不做事。明日一早，本府就进宫面圣。倘若皇上不肯听谏，这开封府府尹之职，本府也绝不眷恋。本府虽不若展护卫可以重返江湖，但若回到泸州老家，耕读一生，又有何不可？大人，兹事体大，还请大人三思。公孙先生，我辈读书之人，入世所谓何来？若不能分清黑白，据理力争，又如何整生民于水火，解百姓于倒悬？今日不能为娘娘平反，明日又如何为百姓洗冤？与其谈高官厚禄，而唯唯诺诺，尸位素餐，不宁求公理正义，而轰轰烈烈青史留名。大人的教诲，
学生终生不忘。倘若朝中文武皆如包大人一般，又何愁朝纲不振，宋室不兴呢？然而，在本府入宫之前，还有一事要办。公孙先生，大人，传本府令谕，明日一早就将那郭槐自大牢之中提押出来，本府要升堂宣判。大人不等刘太后到案再判吗？不能等。倘若皇上不追究太后之罪，本府也绝不让那郭槐逍遥法外。堂下听判。郭槐，你身为内侍，就该安分守己，你却为了迎合祖上，挑起后宫争斗，勾结产婆尤氏，犯下滔天大罪，逼死程昱后主，企图掩饰罪行。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。来人呐！来！糊涂他伺候。是令。保长，咱家是后宫总管，你不追杀我？本府奉旨将你依法惩处，怎会无权？开！你铡了郭槐，回皇上，郭槐罪不可赦，臣是依法而行。你是生怕朕不再追究太后之罪，会连郭槐也或免刑，才速审速决，将他正法。皇上明鉴。朕说过，只要你不管太后之事，郭槐任你处置。启奏皇上，臣不能不管。你当真不肯撒手，非要管我赵家私务？你可知道昨夜朕在生育之恩与养育之情之间的矛盾挣扎，是彻夜难眠？难道你非要逼朕不可吗？皇上，李毛换太子一案，绝不仅是赵家私务，而涉及皇室道统大宋国主。废刘太后而因丽姨娘娘，也绝不仅是皇上私情，而关乎人心教化、社会伦常。皇上自诩以仁孝治国，若是己身不正，又将何以正人？包拯纵有天胆，也不敢逼迫皇上。然而，如今刘太后已是罪证确凿，皇上若是不下旨将她治罪，恐将难渡天下悠悠之口。包拯，难道你就不怕朕革了你的官职？皇上莫说要臣的顶上无上，便是要臣的项上人头，臣也绝不能让皇上背负着不孝的千古骂名。包拯，你郭槐全招供了。除此之外，朕也已知道，那位双目失明的老夫人，就是当年冷宫的李贵妃，也就是朕的生母。
还是应验了。你为何要这么做？他先生了太子，先皇就立他为皇后。或许是为了争夺皇后之位，或许只是出于妒忌。她是你在宫中唯一情同姐妹、互相扶持之人，你为何要妒忌于她？勾心斗角、争权夺利，在后宫不足为奇。眼里看的是这些，学的也是这些。你是皇帝，永远也无法明白权势有多重要。朕的确不明白，可是朕却明白做人之理。若不能诚心诚意与人交往，若终日必须尔虞我诈，纵有权势又有何用呢？就因你当初一念之贪，夺去了多少条性命？20年来，一直把你视为身生之母，如今你却让朕陷入天人交战的两难之境。你要朕如何抉择？你又将如何自处啊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皇上既然到此将一切说明，想必已有所决定了吧？臣叩谢母后20年的养育之恩。会亲往开封府，迎接朕的生身之母入宫。皇上，父王，皇上，如今身世已然大白，本王不再是你的父王，而是你的皇叔了。奴婢叩见皇上。亚父请起。奴婢唯恐皇上不满包大人言辞顶撞而降罪，故而自作主张将王爷请来，还请皇上恕罪。包拯直言敢谏，朕并没有怪罪于他。皇上如今作何打算啊？朕一命包拯将太后官服带回府衙，朕稍后便去接驾。皇上圣明啊！父王，皇叔，你可知道，朕此刻的心情是五味杂陈，百感交集。本王明白，皇上心中之苦，无人能够体会。然而，皇上，你必须要坚强啊！
皇上，皇上，太后，太后，太后怎么样了？你快说呀！太后的血量自尽了。娘娘，圣驾已在厅中等候，还请娘娘尽快更衣呀。陈公公，一定要哀家更衣吗？奴婢不敢。可是皇上来接娘娘进宫，娘娘换上太后服饰，才合后宫礼仪呀。战护卫，展昭在。你说哀家该不该换？娘娘心中虽对皇上不满，但如今既已拨云见日，娘娘思念多年，终于如愿以偿。展昭以为是否更衣换装并不重要，娘娘去见皇上，却是势在必行。朕焉知此时才来，太后必定心生不悦，还望皇叔、包卿替朕多美言几句。母子连心，皇上也无需太过担心了。包卿，皇上，秦恕包拯不敢过问皇家事务。你包大人，连皇上所言都能够让你记仇的话，这可不是为人臣子之道了。包拯不敢，只是臣敢请皇上预做准备。娘娘不悦之心，恐非三言两语便能释怀。迟来迎接母后，乃是朕咎由自取。太后若是降罪责罚，朕也无话可说。太后娘娘到。陈琳，先扶娘娘坐下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是。皇嫂，你双目不是已然复明了，为何闭目不张啊？皇上，娘娘不肯更衣换装，奴婢实在没有办法呀。皇嫂，你有何不满，尽管直说，
别让皇上尴尬，也免得让大家为难呐。八贤王，并非老身有意刁难。既然皇上不肯认我，我又何必看他？母后，且慢。如今已是我不认你了。在母子未相认之前，老身不以皇家自居，你也休要以母后相称。皇叔，皇嫂，皇上若是不肯认你，又怎会亲临开封府来接驾呢？您就看在本王的薄面上，原谅于他。毕竟他是一国之君，当今的皇上。八贤王，恕老身直言，皇上又如何？皇上难道不是父母所生？我为他饱尝10月怀胎之苦，为他受尽牵肠挂肚之痛，为他遭人陷害，打入冷宫，为他先皇下旨，白绫赐死，为他流落街头，忍辱偷生，为他流干了眼泪，哭瞎了双眼。而他明知道我是他的亲生母亲，明知道我在府衙殷切期盼，他却不飞奔而来母子团圆，反而在那犹豫不决，左右为难。此情此景，怎么不叫人痛心疾首？老身又怎么能够原谅他呢？儿臣该死，让母后饱受折磨，儿臣罪该万死。即便不能得到母后的宽恕，也请母后睁开眼睛，看看儿臣，看看儿臣和20年前在冷宫相遇时有何不同，看看儿臣与先皇有几分神似。母后，不能就这么简单。倘若就这么轻易地饶恕你，普天之下为人父母者，又怎么敢生儿育女？这人伦二字，岂非荡然无存？皇嫂，你又如何才肯认他？要如何责罚他？你才肯原谅他？儿臣愿意接受母后任何惩罚。在母子相认之前，老身只是一介平民。包大人，包拯在。倘若民间百姓犯了不孝之罪，该是如何惩罚？娘娘，不论如何惩罚，若要想老身认他，
除非包大人先依法办他个不孝之罪。宝琴不得推脱，朕命你立即升堂，将这一不孝之罪究办，不得有误。臣遵旨。这的确是本府自入世以来从来没有遇见过的难题，也是自古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情景。大人真的无法推辞吗？无法推辞。如今这控子不孝之案，本府已是奉旨升堂，不能不办。太后是原告，皇上是被告。大人这主审官，的确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展护卫似乎不以为怪，想必有所看法。属下不如大人有多年办案经验，也不如公孙先生熟知律法行文。然而却知太后娘娘心中所想。哦，本府愿闻其详。娘娘与天下为人母者并无不同，口中要办皇上不孝之罪，心中却必定舍不得。学生明白了，大人何不由此处着手？只要对皇上略有薄惩，那太后也就不会予以追究了。本府已有因应之策。王朝马汉，在。传令升堂。是。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叩见娘娘王爷。包大人请起。谢娘娘。来人呐！在。升堂。是。本府今日奉皇上圣谕，审皇上不孝之罪。虽然由古至今，自有行制以来，从未听闻以臣审君之说。然而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律法之前无贵贱之分。本府便以大宋律例论罪判刑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若依本案实情，该当何罪？该判何刑？回大人，弃亲不养，知亲不问，遇亲不认，事亲不孝，一律可判拘禁、苦役、罚银、杖击之刑。然而，不知者不罪，无心者轻判。本府横情度理，依法判处杖刑20。包大人，包大人，
自古岂有臣打君之理？本府也知，绝无以臣打君之理。然而，本府乃是奉旨而行。包大人，皇上，无妨，包卿，你就依法行刑吧。臣遵旨。来人呐！在。为皇上宽衣脱袍。是。不得无礼！斩护卫，属下在。待本府行刑。遵命。自古以来，臣不打君，本府奉旨，不得不打。王朝马汉灯笼照虎，在。将龙袍押上堂来。是。如今，本府仗打龙袍，如同打君。行刑！若非包卿机智，恐怕朕要出尝这杖刑的滋味了。臣万万不敢。皇上，白玉堂入宫盗佩，只是一时冲动。如今他已经将功补过，还请皇上特赦免罚。那是当然，太后与亚父受他保护，足以将功折罪。谢皇上。如今幸得母后相认。其实真正该赎罪的，应该是朕。回宫之后，朕立刻下诏罪己，让天下臣民百姓以朕为戒，恪守孝道。好，皇上能以仁孝治国，是乃朝廷之幸，万民之福啊！还有那寇珠、秦凤和于忠，朕要为他们建碑立祠，以彰忠义之风。皇上圣明。真心好，从未被看到，不需要的确让一人知道。真承诺，友谊才是宝，将多人情冷暖最明了。现在将谁杀过胭脂过草，人会好心。